这就停手了？今天的力气用完了？我是社畜，加班猝死，穿进了兽氏小说，穿成了恶毒炮妃。原主的阿父是流浪兽，很宠这个唯一的雌崽，刚成年就抓了5个雄性强行结契，可他不喜欢，天天折磨他们。眼前这个兽形是带有剧毒的白蛇，最后会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掰断。以往这个时候，这个恶毒雌性只会更用力地扬起鞭子，或者用烧黑的木棍去烫它。可他现在却扔掉了鞭子，又想到什么新花样？别说话！阿父死后，这些被折磨到极限的兽夫会集体反抗，他们冒着反噬的风险剜掉伴侣兽印，5个本该暴毙的雄性却凭着一股狠劲活了下来，最后用比原主残酷100倍的方式将他分食殆尽。想到书里描写的断指之痛，指尖瞬间冰凉。我不能死，尤其不能死得那么惨。起来吧。怎么？想换个花样折磨我，还是说想试试用盐水浇伤口？原主的确干过这种事，里面扔着些干枯的草药，是阿父在部落换来的。原主从来不会把草药用在他们身上，反而喜欢用有毒的藤蔓冒充草药，看他们疼得满地打滚。你的伤需要处理，我不会。不必了，收起你那套把戏，是想等会儿用木棍烫我，还是想到了更恶毒的法子折磨我？我忘了，原主的暴虐已经刻进了这些人的骨子里，任何一点反常的举动都会被当成是新的折磨手段。思琪，皇阶祭祀的仙鹤兽人，本该气质出尘，那些烧伤是原主用烧红的木棍烫出来的伤。5个兽夫，这里占了3个，加上优劣是4个，还有1个，全都到齐了。阿父回不来了，而这些人每一个都会变成我的死神，但我不是原主，我不会走他的路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不继续腾优劣了？剑野，狮子兽人，明明是风格迥异的4个顶级帅哥，我却没有半点欣赏的心思。兰溪呢？你这么快就忘了？昨天你说你想看看把人鱼的鳞片拔掉埋到沙土里会是什么样子，你让我们把它埋到山上去了呀。兰溪，5个兽夫中唯一一个海族兽人，剜掉伴侣兽一身后会一寸寸划烂他上的皮肤，因为他让他承受了对人鱼来说极其可怕的拔鳞之痛。优劣，你去把兰溪带回来，我有话要说。怎么，又在想新的玩法？不如一次性都用出来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但我必须做点什么。李月，你又想玩什么把戏？一个一个折磨已经不够，要5个一起。我们谈个条件，如果你们答应下来，我会和你们解切。我们谈个条件，如果你们答应下来，我会和你们解切。满意了。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是不是觉得比昨天用木棍烫我更有趣？我知道你们恨我，和你们强行结契也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会和你们解契。你以为我们还会信你？不过和你们解契，我有条件，我要在雨季之前去找我阿父，你们一路保护我，谁的表现好，我就会给你们滴血1次。你说滴血？兽氏异常的雌雄比例导致了雌性绝对的尊贵地位，要和雌性结为伴侣，需要2步。第一步是血的契约，雌性把自己的鲜血滴在雄性的眉心处，雄性的身上会出现雌性的兽印。虽然雌性没有兽形，但显示的兽印是雌性基因携带的兽形。林月的阿爸是蝎兽人，林月的兽印也是蝎子。第2步就真正身体上的结合，这时候雌性身上才会出现雄性的伴侣兽印，算是真正的结契。原主不喜欢阿父带来的这个几个兽夫，因此只进行了第1步结契。这时候如果想解契，雌性再次把自己的鲜血滴在雄性的伴侣兽印上，滴上10次，伴侣兽印就会消失。但因为雌性需要划开手指滴血会怕疼，加上雌性需要完全自愿才能实现，一旦结契，一般不会有雌性划破自己的皮肤10次滴上鲜血来解契。而且只要结契，不管是哪一步，一旦有雌性的伴侣兽印在雄性身上出现，雄性就无法对雌性不利，不然兽印会让雄性生不如死。也有雄性受不了雌性的折磨，剜掉兽印，但能存活的概率极低。但就算这样，雄性也不得不找雌性，因为雄性一旦成年，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发情期。如果这段时间没有雌性安抚，雄性体内的狂暴因子会让雄性发狂，一直得不到安抚，就会爆体而亡。如果你真有这个心思，早都解气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又是什么新想出来的花招吧？思琪和其他几个兽夫不太一样，
他不是被阿父抓来的，而是自己过来的，好像和原主从小就认识。至于节气是否是他自愿的，我从原主的记忆中没有看出来，但现在听他说话的意思，他应该也是想解气的吧。思琪，你用你的精神力治愈兰溪的伤口，我现在就给你滴血。思琪是祭司，他拥有精神力，可以给人治疗，但原主阻止他做治疗，包括他自己的伤口。项链是阿父早年偶然发现，特意奔路为他打磨，做成了护身饰品。他从未听说过有雌性主动滴血解气，更没见过兽印变浅。现在你们信了吗？你刚才说要我们带你去找阿父，可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阿父应该是去了鹰族部落，他出门前说要给我绑来一个鹰族兽夫。鹰族部落在黑森林边缘，距这里至少需要7日路程。那就去鹰族部落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会儿，你们也各自准备一下吧，明天一早出城。可一旦真的解气成功，没了兽印的制约，以这些兽夫被折磨到骨子里的恨意，他的下场恐怕还是难逃一死。在这之前，他必须想办法扭转自己在他们心中的形象，至少不能再让他们恨之入骨。关系缓和一点之后，就可以和他们和平解除契约。他再找几个心仪的雄性节气，兽氏的雄性都这么好看，穿都穿来了，肯定是要多找几个的。饿不饿？要不要吃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他不会想毒死我吧？你吃了烤肉，能不能也给我滴血？原来是想要哄我滴血，好快点解气啊！这些兽夫都急着摆脱原主里留下的束缚，倒也直白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说明他们暂时没别的心思。有结缔兽印的制约，他们也不敢对我不利。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怎么没放盐？你忘了，所有的盐都被你融成盐水浸泡鞭子，说是抽打我们的时候能更疼。现在哪里还有盐？吃的盐都不够，竟然用来泡鞭子，那怎么办？赶路需要体力，总不能一直吃没盐的东西。兰溪可是海族中唯一会制盐的人鱼族，没盐他可以治啊。论恨意，兰溪恐怕是几个雄性里最浓郁的，但眼下没别的办法。兰溪，你能帮我制盐吗？不会让你白辛苦，我也给你滴血解气。从被阿父带到这里起，兰溪似乎就没开过口。难道他是哑巴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都说人鱼族的歌声能蛊惑人心，原来连寻常说话都这么好听。当然是只要你制出盐，我立刻给你滴血，绝不骗人。那里有海水，制盐需要用到海水。你把那个陶罐搬过来，给狼溪用。我帮你搬了，有奖励吗？比如提前给我滴一滴血？搬个罐子也要讨好处，驱邪我不疼吗？人鱼族到底是怎么制盐的？这就是人鱼族的制盐术，可这盐是从他嘴里吐出来的，还能吃吗？盐给我，你先给我滴血，我就给你。李月真的给他滴血了，只要再滴上9次，他就可以完全摆脱节气兽印的制约。就算滴了1次血，还需要滴9次才能完成解气，还需要滴9次才能完成解气。刚才划开伤口时，他用了点力，口子划得比之前深。此刻被盐一刺激，疼的指尖都在发颤。兽食还停留在围着兽皮的阶段，又怎么可能会有布料？你们都出去吧，我累了，要睡觉。娇贵的雌性2次划开手指滴血，第2次划开时伤口还挺深，可他却没向他们发脾气。那些被盐水浸泡的鞭子，被生生拔掉的鳞片，桩桩件件都刻进他们的骨子里。可那些事真的跟他没关系啊！他不过是个倒霉的穿越者，凭空接了个烂摊子，却要替原主承受着滔天的恨意，连划开手指后都找不到块像样的东西包扎。这是哪里？空间！阿父给的项链竟然藏着个储物空间，难道是刚才血滴上去，才把这空间激活了？真的可以！这空间的事可不能让那几个反派知道，万一他还没找到阿父，就已经和几个反派解气，有了空间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
兰溪，你疯了！你想让我们所有人给你陪葬？受氏法则铁律，节气的雌性若被自己的伴侣所杀，所有缔结契约的雄性都会遭受受印反噬，当场爆体而亡。他能理解兰溪的恨，那些被拔掉的鳞片，那些日日夜夜的折磨，换作是他，恐怕也会失控。可今天的璃月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，他一直没舍得用。怎么回事？大概是昨晚着凉了吧。在这缺医少药的受氏，感冒可不是小事，轻则头晕无力，重则可能拖垮身子。可一想到阿父可能正处在危险中，他就不敢耽搁。现在阿父是他唯一的靠山，不能因为一点感冒就耽误了行程。就算今天外面下刀子，他也得出发。这是谁做的？昨晚他明明记得自己蜷缩着睡的，没听到任何人进来。难道是那几个受缚中的一个一定要当场表扬，才会让他们对他好？虽然他知道他们对他好也不是真心的，但至少可以减少一点恨意。你们都进来一下。除了他们俩，另外3个受缚交换了个眼神，显然从兰溪和优烈的反应里猜到了些什么。昨晚肯定出事了，而且多半和兰溪有关。昨晚是谁做的？看来璃月发现了，这是要找出罪魁祸首。之前就算他们没做什么，他都会找由头各种折磨他们。现在掐脖子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不会想直接弄死他们吧？是我，你想怎么罚我都行，别牵扯其他人。是我，你想怎么罚我都行，别牵扯其他人。罚你？为什么要罚你？你帮我处理伤口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这样吧，以后谁给我包扎伤口，累计3次，我就给谁滴1次血，怎么样？说的不是脖子上的伤口，而是手指的包扎。怎么回事？他提出的奖励不够吸引人吗？你这是不想要这个奖励？包扎的不是我，是我。那你刚才承认什么？他总不能说刚才以为他要追究掐脖子的事，才主动承认吧？包扎3次就给滴血，我做饭要5顿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因为包扎要用到草药啊，草药珍贵，肯定是比烤肉难得到，所以包扎3次就会滴血。如果你想快点解气，你也可以帮我包扎，只要每个人的次数满了3次，我都会滴血。他竟然没生气，换做以前，他敢质疑他的决定，鞭子早就抽过来了。行吧，算你有理，我现在就去给你烤肉。别忘了，昨天算1次，算今天这顿就2次了。不用了，我喉咙不舒服，吃不下烤肉，吃点山洞里的野果就行。吃完我们就赶路。这几个反派行们留在身边就是个大隐患，可在找到阿父之前，他还不得不和这几个反派周旋。你们要用兽形赶路吗？用兽形赶路，全力飞驰的话，7天能到鹰族部落。你要是不急，我们可以保持人形步行。急，他必须要尽快找到阿父，要不然阿父会有危险。那就用兽形吧，能快一点是一点。用兽形赶路可以，那你打算坐谁的背上？滑腻腻的，看着就恶心；呆板的像块木头，红毛像染了血，看着就晦气。他不觉得他们受了这些羞辱后，还心甘情愿载他赶路。眼下唯一的办法，只能再用滴血当诱饵。坐我背上吧，我的鬃毛长，你好抓。等他坐上来，他可以故意颠几下，让他尝尝苦头。他可没忘掉他之前是怎么嘲笑他的兽形的。好，我不会白做的，做2天我就给你滴1次血，绝不反悔。当然，明天你也让我做，你就可以滴血上。明天晚上口袋是用来掩盖空间，万一他要从空间里拿出东西，有个兽皮袋好解释。其他人把山洞里的东西都带上吧，兽肉、兽皮还有盐都装起来。不愧是兽氏的雄性，兽形也这么好看。抓好了。抓好了。女性的身体贴得极近，柔软的触感传来，像一片温热的云轻轻覆在她背上。她的呼吸带着浅淡的清香，偶尔有几缕微卷的紫色重发扫过她的脖颈，痒得她心头发麻。他知道没有兽形的雌性的体力很差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弱。只不过是趴在狮子的背上，就有点支撑不住。你打吧。打你？为什么要打你？他让他坐在背上受了这么大的苦，他都吐了，手臂还在抖，他竟不打。你真不打？
这要是在以前，光拿皮鞭抽哪里会解气？至少要在皮鞭上沾上盐水，或是拿烧红的木棍烫吧。他又不是原主，可没有打人取乐的痞少。再说这几个恨不得弄死他的反派，他哪敢打？就算印也有受虐倾向，喜欢被鞭子抽，他现在也没有力气打他。我累了，想歇会儿，别吵我。恶毒的雌性第一次出门，坐在雄性的背上，被颠簸到脸色惨白。可他不仅在路上没有一句谩骂，刚开始他们以为他只是吓到了，从雄性的背上下来，应该就会发脾气。结果不仅没拿鞭子打，就这么可怜兮兮的靠在大树上睡着了。不管他们对他的情感如何，只要节气兽印还在，他们就必须保护他。饿了吧？尝尝看，这次放了兰溪制的盐，味道应该比昨天好。饿了吧？尝尝看，这次放了兰溪制的盐，味道应该比昨天好。明明眼底藏着化不开的恨，脸上却总能挂着迷惑人的笑，跟戴了张面具似的，看得他心里发毛。好吃。你们怎么不吃？带的肉不够，雌性自己吃还可以，那点肉可不够雄性吃。不够？那你们怎么不去狩猎？没有出来狩猎过的雌性还真是无知。我们晚上到了地方再出去狩猎就行。现在狩猎，天黑前可赶不到休息点。天黑之后猛兽出现概率会提高，会很危险。什么都不吃赶路怎么行？他们又不是铁打的。思琪，这些肉够你们吃一顿吗？就算雄性再能吃，这么多肉还不够他们吃一顿。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，他只会把充美的肉独占。现在他不仅主动打开装肉的袋子，还问够不够，甚至要分肉给他们。这些肉，我们要是一顿吃完了，你晚上就没有吃的了。你们不是说晚上到了休息点就会出去狩猎吗？夜晚狩猎并不容易，夜里碰到的大多是高阶猛兽，能不能猎到猎物全凭运气。万一没猎到，你不仅今晚没肉吃，明天早上和中午也没肉吃。你都说有可能晚上猎不到猎物，那我不把肉分出来，你们是打算一直饿着肚子赶路吗？吃了，别耽误时间。你们不吃肉，赶路速度肯定会慢下来。我要尽快见到阿父，晚一天就多一分危险，所以你们快把肉吃了。就算你们晚上没猎到猎物也没关系，我可以吃野果，不会饿的。可他的眼神很认真，没有丝毫作假，完全不像在耍什么花样。这是黎月的新把戏，等他们吃完肉就拿出鞭子说。别愣着了，你们不吃，我可要吃了。对了，吃肉的时候别忘了撒点盐，赶路会出汗，不补充盐分容易没力气。兰溪制的盐刚好能用上。不管黎月是为了赶路，还是藏着别的心思，几个雄性确实太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。吃吧，吃完早点赶路。不得不说，兽市的环境是真的好，没有一点污染，随便一条小河都干净的能直接喝。原主本就不爱洗澡，加上这一路颠簸，他出了不少汗，身上的兽皮区都粘在了身上，又闷又热。这会儿看到河水，只想赶紧跳进去洗一洗。思琪，我可以下去洗澡吗？你要洗澡？身上太黏了，洗一洗舒服点，也不耽误赶路，很快就好。河里可能有危险，我跟你去。河里可能有危险，我跟你去。你们先吃，吃完我再洗澡。嗯，黎月向来不爱洗澡，阿父离开后，几位节气兽夫更是不敢主动提及。更令他们震惊的是，他非但主动要洗澡，还特意询问了思琪的意见。谢谢，我很快就洗完，不会耽误太长时间。看来节气兽印的制约还是很强，不管他们心中怎么恨，还是要保证他的安全。从提出解气到给雄性分肉，再到现在的道谢，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很奇怪。可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变这么弱？是新的手段，还是他真的不一样了？你们能不能转过身，不要看我脱衣服？我在岸边守着，有动静会提醒你。哼，我去那边看看有没有野兽踪迹。毕竟雌性在河边洗澡有危险，他还是得防着点儿。并不是他想偷看雌性洗澡。他咬了咬牙，心里告诫自己，他忽然提出洗澡，一定是故意勾引。小心！李月的眼眸里没有往常的婢女，只有纯粹的害怕，像受惊的幼兽。兰溪，救我！我给你滴血3次。他知道兰溪最在意的是解气，此刻只有滴血才能最快唤起他的行动力。小心他的尾巴！哇！兰溪，你快去帮忙！我能自己游上岸。
再这样下去，他们都会被巨鳄蟒重伤。兰溪他一直在护着我，才没法全力战斗。你能游上岸？我能行。他本就是绿阶兽人，在水域里如鱼得水。更关键的是，作为人鱼族，他虽不是祭司，没有治愈力，却可以有战斗的精神力。这精神力能精准干扰凶兽的神经，让他在熟悉的水域里也失了往日灵活。趁现在！和绿阶猛兽战斗，精神力消耗极大。此刻只觉眉心发沉，却还是第一时间看向岸边，确认离月安全后才松了口气。兽皮袋里有止血草药，你们先止自己的血吧。他都受伤流血了，让他们先止血。他倒不是真想连自己都顾不得就想着他们，而是他的伤口还有用处，还不能止血。我先给你止。李月，先不用。至于为什么不一次滴完3次，这是规则，滴血无法一次完成，一天最多能滴1次，这也是为什么雌性不愿意滴血解气的原因。答应你的3次滴血，这是第1次，明天和后天我再补剩下的2次。他原本以为他说的滴血只是情急之下，怕他不救他而随口说出来的，哄骗他的。可现在他不仅遵守承诺滴了血，还承诺滴满3次。他在制盐时滴过1次，加上这3次，再凑口6次，他就能彻底解气，摆脱这个曾经折磨得他生不如死的雌性。你不疼吗？你不疼吗？他怎么会不疼？巨鳄蟒的獠牙划过时，像是连皮肉都被撕开。刚才看着几个兽夫比他更重的伤，他没好意思说疼。可兰溪这一问，委屈瞬间就涌了上来。思琪，你能帮我治一下吗？我给你滴1次血。先治伤，别乱动。可是没有可是。这是他第1次体验精神力治疗，比他想象中神奇太多。显然一个口头上的谢谢无法打动反派。明天给兰溪滴血的时候，会给你滴血。绿阶的，看来我们运气不错，杀了一只绿阶猛兽就得到了兽精。巨鳄蟒体内得到的绿阶兽精，给你。雄性不管猎到什么等级的猛兽，兽精都要交给节气的雌性。要是透明兽精就好了，能直接增强体质。他现在这弱不禁风的身子，实在经不起再一次的危险。可转念一想，绿阶兽精本就稀有，已经是运气爆棚了。你们都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思乔的黄阶兽环泛着淡橙光，显然刚从池阶突破不久。池玉和叶叶的兽环是纯粹的明黄。这枚兽精给你，你离绿阶最近，有了它，应该能直接突破吧？你真的把它给我？可要知道，这可是珍贵的绿阶兽精，可以换很多东西。可黎月竟把绿兽精给他，而不是拿去换东西。你们现在战力太弱了，刚才对付一只绿阶猛兽就这么吃力，要是再遇到更厉害的，我们根本撑不到找到阿父。你突破到绿阶，以后赶路也多份保障。所以他这是嫌弃他们实力不够，没法护着他。可不管他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他的阿父，还是真的为他们考虑，这枚兽精对他来说都是雪中送炭。凭什么给优力啊？我也想突破，我跑得比他快，背你赶路也更稳。黎月，下次有兽精能不能优先给我？你们应该也能看得出来，优劣离绿阶就差1步，他用这枚兽精可以升到绿阶，多一个绿阶雄性，我们就多一份保障。下次再猎到兽精，我也会根据你们的等阶分配兽精，你们有意见吗？原以为他赠优劣兽精只是随性之举，没想到他早已想好分配方式，全然没想拿去换东西。这样分配很合理，能最快提升战力。作为唯一的祭司，他最清楚多出一个绿阶雄性意味着什么。下次再遇到像巨鳄蟒这样的猛兽，他们就不会再像今天这样狼狈。突破后遇到高阶猛兽时，我会率先处理，不会藏私。你们都受了伤，现在还能赶路吗？要是不能在天黑前赶到休息点，就麻烦了。止血草敷了好一会儿，血止住了，应该不会影响背你。剑野自然不是真心想背他，不过是想早点让他滴血解气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，争取天黑前找到休息的山洞。出发吧。他还以为下午还要吐一回呢，只剩在河边贴在肩头，可耳根还是不受控制的红了。怎么了？中午把带的兽肉都吃完了，现在得派2个人出去狩猎，不过天黑了，不一定能猎到。他其实想看看，他这么说，黎月会不会发脾气？我吃点野果就行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晚餐你们自己解决，不用管我。要是饿了就再吃点儿，我们会尽快回来。对不起，我好像发情了，我需要雌性的安抚。看来他真的是发情失控了，不是故意轻薄。兽氏雌性之所以尊贵，除了雌性稀少、拥有生育力之外，更在于雌性的安抚能力。雌性的兽环和雄性不同，没有等级颜色，只有一道黑色圆环，环越宽，安抚力越强。而它手腕上的兽环细得像根缝衣线，几乎看不见，安抚力弱到可以忽略不计。雌性基本靠和雄性的身体接触来安抚，身体接触越密切，安抚效果越强。以它现在的兽环，如果想要安抚好优劣，
估计需要和他结合才行。可他都要和他解戒了，不可能为了安抚而和他结合，放任他失控，他可能会被体内的狂暴因子弄发狂。可靠近安抚又要做亲密接触，他实在别扭。但我怕撑不住，你能不能让我抱一下？你能不能让我抱一下？如果你只是抱着我睡一晚，不做别的，是不是也能起到安抚作用？可以，只要能靠近你，不用做别的，就能稳住体内的狂暴因子。抛开他反派的身份和刚才的冒犯，单看这身材外貌，好像他也不算亏。那你变兽形吧，用兽形抱着我睡。好。他没想到李月会真让他靠着睡觉，也不害怕他的兽性。而在他的印象中，雌性都是讨厌蛇兽人的，也因为如此，蛇兽人也是天生的流浪兽，没有部落，找雌主只能靠抢。只是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变成被抢的那一个，抢来给雌性当兽夫。这土地一看就是可以种植物的，看来他马上就可以蔬菜自由了。李月，醒了吗？刚烤好的，还热着呢，你快尝尝。你们昨晚猎到野兽了？我还以为天黑了不好找呢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感觉他的兽环似乎变宽了一些。你们呢？都吃过了吗？够不够吃？要是不够，我这里还有野果。够吃，我们早就吃过了，特意给你留了最嫩的部分。你放心，你做饭的次数我都记得，算上这一顿，你已经做了3顿饭，再做2顿，我就会给你滴血。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吗？优烈发情了。你昨晚清晨，几位兽夫都撞见优烈从离月的山洞走出，看得出他刚度过发情期，却全无狂暴因子带来的戾气，明显被雌性安抚过。石玉发现离月身上并无优烈的兽印，二人并未真正结合，而是用了其他方法。优烈的事情我知道，我昨晚安抚他了，他今天状态怎么样？还能赶路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能耽误行程。我可以赶路，但我需要安抚。我可以赶路，但我需要安抚。今天我带着你赶路。等一下。你蹲下来一点，这么高，我怎么滴血？兰溪的皮肤白得像玉器，睫毛长到能扫到眼下的皮肤，连唇色都是淡粉的。明明是能和绿阶猛兽抗衡的强者，却长了张能让人失神的脸。好了，别乱动。反正已经破了，多滴一次也省得下次再划开。快蹲下来点，我给你滴血。他本以为他昨天只是随口一提，下次再滴，没想到他还递了这茬。你真要给我滴血解气？当然，你蹲下来一点。他这是干什么？他不会是有吸人血的癖好吧？说起来，他倒是有兽皮靴子，但太过厚重。这个天气实在是无脚，加上雌性平常也不用走路，他就干脆没有穿。没想到优烈竟不知何时扒下来了巨鳄蟒的皮，还给他制成了新鞋子。只是优烈为什么平白为库给他做鞋？但很快他就明白了为什么。优烈还在发情期，他昨晚也算安抚了他，加上这几天还需要他的服务，估计是为了讨好他。这是给我做的鞋吗？我可以试一下吗？给你的，你试试合不合脚。特别合脚，谢谢你啊！不管是安抚的回报，还是刻意的讨好，至少制作鞋子，优烈是费了心思的。而且这双鞋子他的确也很喜欢。他说谢谢了，他还接受了优烈送他的鞋子。李月对优烈的态度明显转化了，他到底是真心喜欢这双鞋，还是另有企图？算上这次，你已经帮我处理2次伤口了。再帮我包扎1次，我就给你滴血。说到做到，怎么还不乐意了？我昨天背了离月1天，本来今天再背1天就能滴血，现在换成你带离月，看来你很着急和他解气。现在换成你带离月，看来你很着急和他解气。要是变回蛇形，光溜溜的鳞片上连点能抓的毛发都没有，要怎么到他的背上去？原来兽形还可以这么变。昨天还是黄阶边缘的兽环，此刻竟彻底变成了深绿色，泛着淡淡的光泽，显然是吸收了绿阶兽精后成功突破了。还没到发情的季节就莫名发情，应该是和一下子突破等阶有关。兽氏雄性突破时，体内能量波动剧烈，确实容易引发失控。加上他本就快到发情期，说不定是2者叠加才让他控制不住。没注意，抱歉，这地上石头太密，你还是搂着我的脖子吧，免得摔下去。优烈是故意的，但优烈的这种故意和他为了为难雌性，故意找不平坦的路奔跑是不一样的。优烈是怎么了？非但没收敛，反而之后脑子进水了。明明昨天进空间时还是浓雾弥漫的5平米小角落，今天一进去就变了样，黑土地泛着光泽，角落还多了汪灵泉。到底是什么事情触发了空间的升级？难道是昨天被巨鳄蟒咬伤时流的血？可他记得血并沾到项链上，
还是说和尤利接吻有关？比起被猛兽咬得钻心的疼，他宁愿是接吻出发的，毕竟受伤的滋味太难受了。怎么了？冷了？没有，不冷。我们大概还要走多久？能到休息点？穿过前面那片橡树林，就能看到一条小溪，溪边有几个大岩石能遮阳，我们就在那里休息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打算休息的时候再试试空间里的灵泉水，看看到底有什么作用。划伤的手指虽然包扎过，但还没有完全好。要是灵泉真有疗伤功效，以后在兽世生存也能多份保障。可一想到灵泉只有极底水，他又忍不住琢磨空间升级的法子。亲一下真的能让空间升级吗？昨天接吻后，空间确实变了样，可万一只是巧合呢？他刚才在想什么？太危险了，差点就忘了，他可是心狠手辣的大反派。别看这几个反派表面看似还算恭顺，那都是因为有伴侣兽印制约着，一旦解气，他就会被折磨得很惨。空间小点就小点吧，先找到阿父再说。我带你下水，怎么样？我带你下水，怎么样？绿阶兽人实力不弱，对付普通绿阶猛兽绰绰有余。按理说跟着他下水会很安全，可昨天巨鳄蟒突袭时，蓝心那瞬间内的怔愣总在他脑子里打转。人鱼族本就擅长水性，怎么会反应不过来？那迟疑的一瞬，更像故意借猛兽的手要了他的命。不用下水，我用木桶洗就好。谢谢。这样吧，以后你帮我接5次洗澡水，我就给你滴1次血，怎么样？这是什么表情？难道5次太多了？池玉做5顿饭才给滴血，接洗澡水比做饭轻松，5次换1次，真的不多。看来他是真觉得多。有了这灵泉水，就算以后和他们解切，遇到小伤小痛也能自己处理，在兽世生存总算多了份保障。要是能再冒出来些就好了。昨天接吻后空间就升级了，要是再试一次，他还在发情期，亲一下说不定能加强安抚效果，他应该不会拒绝吧？万一只是巧合，反而惹他不满，得不偿失。离月，离月，思琪，其他兽夫都是陆地或水中兽人，根本追不上会飞的猛兽，只能在地面上急得团团转。也不知道黄阶的撕妖能不能打得过绿阶的猛刺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快去帮思琪，别让他再飞起来。优劣是绿阶，有他加入，一定能压制住铁羽雕。看好他，我目前是几人中战斗力最弱的，留在离月身边最稳妥。你再忍忍，等思萧缓过来，他可以用精神力帮你止痛。只要保持住优势，不让铁羽雕重新飞上天，他们一定能赢。忽然想起空间里还剩几滴灵泉水，只是池玉还在身旁，没机会悄悄取出来疗伤，只能咬着牙继续等。他们的运气太好了，遇到2只猛兽，2只都有兽精。加上这次，你已经帮我包扎3次伤口了。之前说好的3次就给你滴血，现在刚好有血，先滴了吧，省得等下伤口结了痂，我还要再划开手指，会疼。伤口还在流血，他不想着先止血，反而惦记着给他滴血，他就这么迫不及待和他解戒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这个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这个？明明之前无数次盼着解切，盼着摆脱伴侣兽印的束缚，可此刻真的靠近一步，他却没有半分高兴，反而心里空落落的，连呼吸都带着点疼。思琪暂时无法给你治愈，我先用草药给你包扎一下。毕竟都给他滴了血，他给他包扎也是应该的。而且比起一直流血，尽快止血包扎，疼痛才会减轻。他只是精神力耗尽，没有受伤，估计睡一觉就好了。池玉，你把铁羽雕的绿晶给思琪，让他吸收了，说不定能醒得快些。虽然这是枚绿晶，但就算思琪吸收了，他也无法升级。你确定要给他吗？只有思绪不是被离月阿父强行抢来的，他们早就认识。结气虽也带着强迫，却和其他人的关系还是不一样的。或许对离月来说，思绪本就是特殊的，就连珍贵的绿晶都愿意毫不犹豫地给他，哪怕绿晶只能恢复精神力，不能升级。看来这枚兽晶没白用，再攒1枚绿阶兽晶，他说不定就能升级了。你醒了？刚才离月把铁羽雕的绿晶给你了，现在精神力恢复的怎么样？他很清楚绿晶的珍贵，我帮你治疗。不用，优劣已经给我包扎过了。你刚恢复精神力，先给他们治伤吧。他们伤的比我重，早点治好，我们也能早点赶路，不
不耽误赶路的最好法就是用精神力治疗几个受了重伤的兽夫，他的伤势可以偷偷拿灵泉水治好。他刚才晕过去前，清清楚楚看到黎月的肩头，那伤口绝不算轻，可他却宁愿自己忍着疼，也要先让他给其他兽夫治疗。这个做法可一点都不像他。如果谁胸前，别说是这么重的伤，冷了热了都会拿他们出气。刚才吸收了绿精，精神力恢复了不少，给你治完，再帮他们简单处理一下，不会耽误赶路。那好吧，虽然他有灵泉水，但量太少了，他也不知道那几滴水能不能让伤口痊愈。既然司区说不耽误赶路，他当然也不愿意委屈自己。好了，给我疗伤应该花了不少精神力，还能给他们治疗吗？会不会影响赶路？他们的伤只要简单处理一下就行，用不了多少精神力，不会耽误赶路。快吃吧，刚烤好的，补充点体力，等下好赶路。池月，你已经做了4顿饭，再做1份，就给你滴血。不用了，我让静野背我吧。看悠悠是神色如常，暗红眼眸也褪去发情期的躁动，料想他状态已然稳定，无需再靠肢体接触安抚。总被他抱着本就让他不自在，再加上他今日无端凶他也有脾气，他难道还要贴上去？既然你喜欢静野，那就让他。你能背我赶路吗？虽然今天只剩半天，但我算你1天，明天就给你滴血。好啊。印野，今晚我们要在哪里休息？快到鹿族部落了，我之前和鹿族的族长打过交道，他应该能让我们在部落借宿一晚。在部落借宿总比在野外安全，还能找机会问问有没有阿父的消息。他的做法一点都不像他，也不知道到底在图谋着什么，一点破绽都没有露出来。是金野啊，好久没见了。我们想在部落借宿一晚，明天一早就走。雌性在兽市本就稀少，像黎月这样好看的雌性更是少见。快进去吧，族长肯定欢迎你们。欢迎欢迎，我是鹿族的族长，我叫青山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打量着黎月，心里暗暗盘算，整个鹿族部落也就10几个雌性，要是能让这个雌性留在部落，对部落来说可是天大的好处。青山族长，我们只是想借宿一晚，打扰了。不打扰，你们能来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这栋房子是空着的，你们就住这里吧，里面收拾过了，还算干净。青山族长，不用这么麻烦，给我们一处没人住的小房子就行，我们明天一早就走。不麻烦，这房子本来就空着，你们就安心住下。对了，今晚部落有篝火晚会，黎月雌性要是有兴趣，也可以来参加，热闹得很。心中却想着晚上就去意思意思，早点回来休息，应该不耽误明天赶路。阿父，你找我有事？部落里来了个漂亮又和善的雌性，你可得把握住机会。阿父，他身边已经有5个兽夫了。我看那雌性身上没有雄性的兽印，说明他还没完全接受那些兽夫。部落里来了个漂亮又和善的雌性，你可得把握住机会。阿父，他身边已经有5个兽夫了。我看那雌性身上没有雄性的兽印，说明他还没完全接受那些兽夫，而且那些兽夫里只有2个绿界。你的兽环快升级了，你一定有机会。因为鹿族部落有晚会，晚会上由部落鹿族狩猎队在雨季前猎到了足够多的猎物而举办。一般在雨季来临之前，时恐已入雨季，他打算趁现在用好空间囤足兽肉野果，再在空间黑土种植蔬果，安稳度过雨季。晚会人多，路不好走，我抱你过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走，他又不是残疾，这点路没必要让兽夫抱着过去。他又不是非抱他不可，他不过是因为他们在部落中避免别的兽人说闲话。在部落中有夫的雌性参加晚会时，如果独自走，其他雄性会以为你和兽夫关系不好，容易过来纠缠。他还真不知道兽界有这种规矩。虽然他早晚要和这些兽夫结界，但在陌生的鹿族部落，要是被人看出他们关系疏连，指不定会有麻烦。本已做好被他拒绝甚至迁怒的准备，不料他格外温顺，默然任由我的出轨。毕竟在兽市，雌性本就稀少，黎月是外来雌性，身边的兽夫也少，加上黎月出众的外貌，一出现，许多单身雄性已经移不开目光了。雄性视力敏锐，很快便察觉黎月锁骨并无兽印。雌性与首位兽夫结契后，锁骨必会留下兽印，他锁骨光洁，显然尚未与身旁兽夫真正结契。黎月雌性，我是鹿族的青泽，部落为你们预留了位置，我带你们过去落座吧。不用麻烦，你只给我们位置就行。就算他们和黎月的关系不好，他们也还没有和他完全结界，还轮不到一个陌生雄性来追求他。对他而言，谁带路都一样，没必要为此争执，反而容易暴露他们之间的疏离。就在那里，靠近烤肉架，取食方便。小雌性，我是鹿族的石勇，已经是绿阶了。你身边的兽夫可未必有我能护着你。你愿意和我结契，做我的雌主吗？你愿意和我结契，做我的雌主吗？抱歉，我暂时不需要新的兽夫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听到了吗？他说了不需要，有我们护着他就够了。你们别白费心思了。不管他是什么目的，在解期前，我们是他的兽夫，不管有没有恨意，我们都会保护他。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增加新的兽夫。快吃，刚撕好的，不烫了。虽然不知道黎月打的是什么算盘，但至少他拒绝了几个鹿族雄性，给他点肉也没什么。好吃，谢谢你啊，敬爷。他在夸他，真心的。那是采雨禽的肉，比兽肉更嫩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我去给你扯一下去。好啊。看看他喝渴不渴？那边有水，我去给你拿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拿就好，反正也不远。建爷给他递烤肉，他欣然接受。他想给他拿水，他就要自己去，他就这么厌恶他。刚才在溪边对他的疏离还不够，连这点小事都要划清界限。
璃月雌性，这是用蜜补过压的汁水，你想尝尝看吗？蜜浆果甜得很，部落里的雌性都爱喝，冰镇过的，解腻又解渴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不用了，我的兽夫们会给我准备的。这话其实是随口找的拒绝礼呀，根本没指望几个反派大佬会给他榨果汁。这么说不过是想让清泽知难而退。果汁我们会给他弄，你还是把你的汁水带走吧。璃月明明想喝，只是在故意拒绝他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你吃了烤肉，喝这个刚好解腻。这罐我留给你，什么都不要，你收下就好。不收吧，果香实在勾人。可收了，清泽会不会以为他对他有意？他说了，只是送你解腻，没别的意思。你要是想喝就喝吧，不用有负担。喝了也不用和他结气吗？当然不用，只是喝一罐果汁就要结气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能结气的雄性。你们想尝尝吗？我想尝尝。蜜浆果汁的甜意里，似乎还混着璃月身上淡淡的金香，比单纯的果汁甜得更勾人。喝完了，我明天给你压。没事，我已经喝饱了，不用特意弄，要不然又要滴血了。划手指也挺疼的。要是我能有这样的雌主就好了，哪像部落里的雌性，稍微伺候不好就又打又骂。别想了，没看见石勇他们被拒绝了吗？他身边的兽夫护得紧，我们没机会。他们口中乖巧懂事的雌性，其实比任何一个雌性都狠辣暴虐。以前的璃月可暴虐得很，根本不是其他雌狮能比的。只是这个变化，不知道带着什么目的。原主是流浪兽带大的雌崽，没在部落生活过，所以也没见过其他雌性。好不容易到了别人的部落，肯定是要看看兽蟹的雌性。这么凉的肉怎么吃？再去给我烤一块。要是再烤不好，我就把你的兽皮扔了。是，我马上就去烤。原来兽蟹的雌性都这么骄纵。原主虽然暴虐了点儿，但也不是个例。不得不承认，兽狮的年轻雄性颜值都很高，但和他身边的几个反派比起来，还是差了一截。不得不承认，阿夫的眼光是真不错。要不是在他穿来前，原主已经得罪透了几个反派，他都想留着了。他还真想在鹿族找兽夫。他在看他，是不是说明他有机会？他还真想在鹿族找兽夫。他在看他，是不是说明他有机会？我们回去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出发。你们这是要走了？谢谢族长和部落的款待，我们明天还要赶路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他还没找到机会再和他多说几句话，怎么就要走了？你还有事？他眼里没有丝毫犹豫，显然是真的不想多留。他暂时不会增加兽夫，你走吧。那明天什么时候出发？我来送送你们。不用了，我们明天走得早，就不麻烦你了。清泽也没有表白，也许他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思琪现在愿意抱我，不过是为了应付部落里的雄性，演给外人看的，根本不会会蠢到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给他听，也不能让5个雄性挤这么小的房间。别去小房间，那是关犯错雄性的房间。你要是不想和我们住一个大房间，我们可以去外面睡。现在他们住在鹿族部落，他们要是在外面睡，明眼人都能看出他们关系不好，指不定又会有雄性来纠缠他。不用去外面睡了，你们在大房间受刑睡觉，我也在这里睡，还能掩人耳目。他并不担心他们会对他有什么想法，有兽印的制约，他们应该是不会杀他的。以他们对他的恨意，更不可能会有什么非分之想。我来铺就好，这样睡着就不饿了。他这是在讨好他。谢谢，晚安。那是他刚才喝果汁时特意从果渣里挑出来的，没有浇水，种子怕是发不了芽。尤烈，他怎么了？他还在发情期，得到的安抚不够，他体内的狂暴因子发作了。他还在发情期，得到的安抚不够，他体内的狂暴因子发作了。他上午看优烈没什么异常，还以为他已经稳定了，才找静野背他，没想到又突然发作了。早知道会这样，下午就算再别扭，也该让他抱着，至少不会让他发作。那明天还能出发吗？如果他明天早上还没恢复，我们带着他赶路会很慢，可能要多耽误2天。我来安抚他，但他现在这样太吓人了，你们一定要把他绑好，别让他伤到我。没想到璃月看到忧虑发狂之后还会愿意安抚，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甚至想过璃会不会说丢下他走。好，我们会确保他伤不到你。他真的成功安抚住了忧烈。刚才是优烈亲了他。我恢复了，不用绑。你要是真恢复了，能保证不亲我吗？他们以他会发火，之前他连和优烈靠近都不愿意，可现在不仅没生气，反而只是提了一个不要亲的要求，不亲就只是抱着你睡，跟之前一样。行，那解开吧。他和优烈不是第一次亲了，亲都亲了，没必要矫情，反正他还得继续安抚他，不然明天会耽误赶路。至于为什么不让他亲，主要还是因为他还在发情期，他怕他会失控。优烈亲他的原因，大概是因为他的发情期和身上的狂暴因子导致的，他也没有多想。我还惦记着空间里的蜜浆果种子。比起抱着一条大蛇睡，肯定抱着帅哥睡更好。虽然这个帅哥是危险的反派，但目前有兽印制约着，对他也没有什么威胁。
别搂这么紧，我喘不上气。别搂这么紧，我喘不上气。只能这样，再松就没安抚效果了。万一夜里再发作，他可不想再经历一次刚才的混乱，更不想耽误赶路。难道是刚才引入清水的缘故，还是因为和优烈接吻的缘故？不管是哪种，空间变大是件好事，以后能种更多东西，囤更多物资了。他就这么抱着优烈睡着了。可优烈刚才还发狂过一次，明明很危险，他就这么放心？居然还有保鲜功能！有了这功能，以后囤再多兽肉野果都不怕坏，雨季的食物问题彻底解决了。说不定以后还能靠空间囤货和其他部落换物资，发家致富的不是吗？之前怎么没发现他竟这么好看？晚会上看到那些鹿族雄性盯着他看时，他心里的郁气翻涌。现在想来，应该是因为他不想把他让给其他雄性。现在的璃月完全满足了雄性对雌主的所有幻想，温柔、乖巧又懂漂亮，会让大的本就雄性追求他。如果他能一直这样，不变回以前的模样，他愿意放下过去的冷的仇恨，一辈子留在他身边。对璃月得寸进尺的样子有些碍眼，优烈动心了。他一定是想让他们先动心，在他们动心之后再折磨他们。这种方式的确会让他们更加痛苦。优烈显然已经动心了，他可不能陷入他的陷阱。虽然一直觉得璃月是个蠢笨的雌性，可这次突如其来的变化却看不懂了。我刚烤好的，不烫了，先吃点垫垫肚子，吃完就出发。你们都吃过了吗？都吃过了。青山族长把昨晚烤剩下的瘦肉都给我们了，够我们今晚和明天吃。今晚不用去狩猎。那太好了，不用耽误赶路，你们也不用半夜跑出去找猎物。就差点忘了他以前的恶毒。算上今早这顿，我已经给你做了5顿饭了。你之前说5顿饭换1滴血，我记着呢，等我吃完就给你滴血。划开手指的伤痕虽然不大，但这么频繁划开，容易得破伤背，还是要洗净才行。对了，兰溪呢？上次给他滴血还没完成，这次一起吧。他们都在外面收拾东西，我去叫他们进来。璃月叫你们进去。他就这么滴完了，没有别的要求。该你了，今天滴完刚好3次。这次滴完就4次了，你确定要滴？当然，不是说好了给你滴3次血？好了，答应你的3次滴完了，后续会根据你的表现，会继续给你滴血。按照目前的进度，你应该是最先解气的。不过6次也够在解气前找到阿父了，可能是因为他性子本身比较冷吧。静野，你靠近点，我给你滴血。昨天答应你的。他们应该也都相信他说的解气不是骗他们的吧？毕竟空间灵泉不能明着用，总不能让指尖一直流血。优烈之前一直都冷硬的像块冰，没想到现在包扎伤口都这么细致温柔。你包扎的真好，要是以后都按这个标准帮我处理伤口，包扎2次就给你滴1次血，怎么样？毕竟之前说的是包扎3次滴1次。怎么了？嫌少吗？要不……时间不早了，再耽误下去赶不到下一个歇脚点。要是没别的事，我们该出发。等等，出发前我找青山族长问件事情。我去请他过来，快去请。不用，是我有求于人，该我过去找他。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好了，我带你过去，快些。因为他发现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向璃月伸出了手，像是要抱他。他在干什么？他是不是疯了？璃月族姓，你是来找我阿父的吗？青山族长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昨天多谢部落的款待，以后有机会一定报答。客气什么？昨晚的误会本就是庆祝狩猎丰收，你们能来也是缘分。青山族长，我阿父是蝎肉人领川，之前去了鹰族部落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他的消息？领川，你是他的雌崽？是，他是我阿父。璃月的阿爸灵川是稀有紫金兽人，大陆仅有2位，另一位是万兽城兽王，因此部落里的兽人们都听说过灵川的名字。他去鹰族之前确实来过我们部落，说要去鹰族给雌崽寻找靠谱的兽夫，还说会在雨季前赶回来。原来林川真去鹰族给璃月找兽夫了。林川认为璃月虐待他们是因为他们不靠谱，他怎么就不能想想是自己的雌娃有问题？璃月这么急着去找阿爸和他们解气，原来是想另找兽夫。青山族长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以后有机会一定报答。哎，等等，让青泽跟着你吧，他还没有节气，是绿阶雄性。等等，让青泽跟着你吧，他还没有节气，是绿阶雄性。我的兽夫已经够了，他们能保护好我，我暂时还不想找兽夫。你这么优秀，一定能碰到更好的雌性的。不想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徒增失落。昨晚见识过雄性发狂的模样，璃月也怕优烈再度失控，抱着能安抚他也省了麻烦。反正坐谁的背上对璃月来说都一样，要是优烈抱着能安抚他，那就抱着吧。停一下，拿着挡太阳。优烈长得这么帅，拿着，笑起来更养眼。要是原主没造那么多孽，他其实是个很合格的兽夫，真是可惜。以后想要什么就说，等我猜不就完了？这话听着像真正的兽夫对雌性说的，毕竟他不是他真正的兽夫。不过是一片叶子，他就高兴成这样。看优烈的眼神，已经满眼都是璃月了，嘴角都快扬到耳根了吧？优烈生真蠢，别忘了雌性从前的所作所为，还以为真心待他就能换来领情。兰溪是海族兽人，一定也怕晒，要不然也不会一直泡在水里。因此刚才让优烈多摘了一片叶子。没想到璃月会特意多摘一片叶子给他，毕竟连鳞片都被拔了，一片叶子怎么可能化解他的恨意？赶路一上午，满身尘土汗臭，本想下河洗澡，可前2次洗澡都遇猛兽袭击，心生恐惧。你想洗澡吗？我来护着你，不会有危险。
兰溪身为海族兽人，水中实力最强，有他庇护，本是最靠谱。可上次他河中遇险遭猛兽咬伤，皆因兰溪迟迟未出手，想来他心存怨恨，反倒巴不得他丧命。不用了，我晚上再洗吧，现在也不是很着急。他是不是误会他了？他那天也许只是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实在没法不多。要是想洗，我能用精神力给你布个防护罩，能屏蔽你的气息，不会引来凶兽。真的吗？那防护罩会不会很多消耗你精神力？放心，只是小范围的短期防护罩，不会耗费太多精神力。你快点洗就好。好，我一定很快洗完。你们能不能转过去一下？小心！小心！谢谢。就算他是因为兽印的制约不得不对他好，是不是太过细心了些？洗个澡都能滑倒，还光着身子被优洛抱上岸，说不糗是假的。反正和这几个反派早晚要解切，他们对自己只有恨意，就算看光了，在他们眼里说不定和看块五花肉没差别，没必要纠结这点小事。先吃点肉垫。3月前日子不富，却有很多美味吃，如今顿顿烤肉，他反倒格外想念一碗白米饭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不是，很好吃。要是有其他食物就好了。你想吃什么？不用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烤肉就很好了。他自会直言所求，可眼前都是想取他性命的反派大佬，他不敢随意使唤，怕他们记恨，只需再忍几日便能见到阿父，解气之后再跟阿父讨要吃食便好。他好像终于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。李月忽然变了，从以前的暴虐骄作变成了现在的懂事温柔，可他的这温柔里裹着一层看不见的疏离，对他虽然很客气，却也没把他当成自己人。就像现在这样，明明不想吃烤肉，也会违心的说好吃，就算有想吃的，也不会说出来，是因为他只是即将解季的兽夫，还是有别的目的？要不我们先收拾东西吧，等优烈回来就直接赶路，别耽误时间。优烈进了密林的时间也有好一混了，可别耽误了赶路。他没想到优烈居然还找来了鼠类，这东西煮熟后粉糯香甜，刚好能解烤肉的腻，太好了。喜欢，太喜欢了。他打算晚上找机会把它们种在空间里，这样以后他就可以实现鼠类自由了。你等着，我去洗，很快就好。谢谢你，优烈。不用谢，以后想吃什么就跟我说，不用不好意思。以后想吃什么就跟我说，不用不好意思。还没和他们解齐，在外人眼里他们还是他的兽夫，要是盗窃成了习惯，去其他部落借宿时很容易被看出关系异常，招来不必要的客气了。好，那我以后不跟你客气了。你想喝蜜浆果汁吗？我给你压。你还会压果汁？你想吃就给你压。优烈，你好厉害！你喜欢，以后果子就都给你压成果汁。他对李月忽然间的改变也不是完全相信，他也在一点点试探。虽然他希望他真的变好了，但他也担心他忽然地的转变只是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怪麻烦的，还是算了，直接吃味道也一样，反正解季之后也不会有什么瓜葛。在找到阿父之前，和他们客客气气度过这段时间不会有错。又是这种客气又疏离的态度，是他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？其他几个雄性心里想什么他很清楚，他们不敢靠近忽然变好的他，但是他敢。他始终相信胜利的果实只会属于勇敢的人。他心里不是没有怨恨，毕竟他没少打过他，但雌性稀少，雌性从小就娇惯着长大。就算他和黎月解了气，他也没信心找到一个理想中的雌性。现在黎月就很好，完全超出了他对雌性的预期。他打算赌一把，赌他不会变回以前那个暴虐的雌性。不麻烦，压个果汁麻烦什么？以后我都会给你压果汁喝。谢谢。李月到底有什么我有点喝不下了。不仅到现在都没有暴露自己的目的，优烈都快被他哄成胚胎了。那我给你拿着，等一下渴了再喝。果汁。优烈，你快过去帮忙！优烈是绿界，只有他加入了战斗，他们才有胜算。我躲到那棵树后面，肯定不会有事。你快去帮帮他们！不行，你一个人太危险，万一他挣脱攻击冲过来，你根本躲不开。池月，你给我一根木棍，我能防身。再不去，他们真的挺不住了。待在这里别乱动，我很快回来。你小心点。待在这里别乱动，我很快回来。你小心点。李月，疼不疼？我不是很疼。你们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？你还剩多少精神力？能不能先给他治伤？没了，精神力透支了，得明天才能恢复一点。李月，这些草没了，你还能不能忍一下？我这就去给你采草药。我没事，不用去采草药，就怕他真会去采草药。经过这次的升级，
灵泉水肯定是够用了，不过拿出来就会暴露灵泉水碎的存在。只是几受负伤又那么重，今天不赶了路了，我们在附近找个地方休息，明天一早再赶路。李月，再忍一忍，等思乔恢复了精神力，就能给你治疗。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连自己的伤口都顾不上就给他包扎，而他却隐瞒了灵泉水。高阶猛兽的受精极为珍贵，级别越高，能开出受精的概率就越低。没想到他们这么幸运，次次开都能得到受精。给你。青阶受精很难得，有了它可以让任何一个兽夫升级。这枚青金最适合交给兰溪，她现在是绿阶，有了这枚青金刚好能突破到青阶。上次优劣升级后就陷入发情期，到现在都没结束。要是兰溪也发情，她一个人根本无法安抚2个雄性。绿晶的时候他表现得那么大方，得到更为稀有的。如果我把青金给你，你升级后会不会发情？如果我把青金给你，你升级后会不会发情？所以李月刚才的犹豫不是不想给他青金，而是在担心他会发情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也能理解他的犹豫，毕竟优劣已经发情了，他也发情的话，以他的兽环等级，估计很难安抚2个雄性，除非他和他们身体结合。我不知道，绿阶整到青阶有一定概率会发情，但不是必然。青金很珍贵，可以在集市换很多东西，你不用给我。比起留着换东西，尽快提升他们的等级才更迫迫。阿父去的鹰族部落靠近黑森林，越往前走，遇到的猛兽级别会越高。给你，尽快升级。他就这么把青金给他了？他知不知道青金的价值？还是说他这次想在他身上涂点什么？万一兰溪真的发情，他该怎么办？走，找个能休息的地方。不会晚上都要住在树洞里吧？在鹿族部落时住一起是没办法，现在明明可以分开住，不需要挤在一个树洞中吧？之前不都是他们住在外面的吗？但想到他们身上的伤，兰溪要留在这里升级，优劣还在发情期，他们2个留在这里，我们3个出去狩猎。你们身上的伤还没好，今晚不用出去狩猎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如果今晚不出去狩猎，今天晚上和明早都没有肉吃了。一点肉都没有了吗？还有一点，但应该不够吃。我不是很爱吃肉，最近吃肉有点吃腻了，想吃点野果。你们身上有伤，不吃点东西，明天肯定没力气出发。不是为了不耽误赶路，而且他说不喜欢吃肉，应该也不假。中午给他烤肉，他吃得很慢，明天早上可以吃点野果，应该不会耽误赶路。你身上还有伤，还是吃点肉吧。这点伤没什么，你们先吃，我可以吃野果。他身上的伤还没好，却宁肯啃酸涩的野果，也不肯吃一口肉。他一定是为了让他们多吃一口肉，而不是真的爱吃野果。兰溪，你去吸收青精吧。别担心，青精能让他稳定突破。如果他发情了，你就先安抚他；如果他发情了，你就先安抚他。我的发情期快结束了，不用顾及我。李月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兽环变宽了？好像真的变宽了，原来兽环还会变宽。会，只是这种情况很少见。会有一些雌性在安抚过伴侣后，兽环会升级，你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看来也不白安抚，安抚优劣其实也简单，就是平常让他抱着睡觉，抱着睡，不仅兽环可以升级，亲一下还能让空间升级。我看你今天和野兽打斗，却没有趁手的武器。优劣，你打算用它做什么？剑齿龙兽的剑齿很锋利且坚固，可以用来做一把趁手的武器。虽然我不赞同你单独和野兽打斗，但身上多一个武器总是好的。我也无法保证时时刻刻在你身边。你看这硬度，普通野兽的皮毛一划就破，比木棍管用多了。没想到优劣会把这件事记在心上，还特意为它做武器。试试重量，沉了我再削薄木柄。不沉，握着手好舒服，比木棍好用太多了。谢谢你，优劣。我不想要你的道谢，如果你真想道谢，还不如什么？不如来点实际的。如果你真想道谢，还不如什么？不如来点实际的。能看出来优劣动心了，只是没想到他会如此毫无顾忌，完全把他们当成了透明人，明目张胆的在撩雌性。明明说发情期快结束了，那他这次是在清醒状态下亲他。原主之前把他虐得那样狠，哪能凭他这几天态度好一点就能彻底抹去的？而且他和他们才接触了几天，如果说优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他动了心，他压根不信。那剩下的可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在为解气后杀他做铺的垫。现在对他好，都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，等彻底解气，就再也没有受印的束缚，他还是会杀他。只是因为他身边有个子阶的阿父，他不好动手，但他可以先让他喜欢上自己，等他放松了警惕，他就可以避开他的阿父，除掉他。看来他是要尽快赶路，找到阿父才行。既然亲吻一下还能让空间升级，亲一下也无所谓，只要不动心。毕竟阿父是兽界战力天花板，只要找到阿父，他这一辈子都能衣食无忧。加上他现在还有空间，以后的生活肯定不会差。李月害羞了，他也喜欢上优劣了。看来又是李月想出来迷惑人的招数，他庆幸自己没有被他迷惑住。其实李月这几天的变化足以迷惑住他，他的目光总是会不经意间追随着他的身影。
要不是拼命克制着自己，他想他真的会做出像优烈这种不理智的举动。他不会像优烈那么笨的，他一定不会对他动心。怎么意犹未尽？要不再来一次？优烈说的什么虎狼之词？他这分明就是故意勾引他，等着他上钩，解气后好对他下手。没有意犹未尽，不用了。不得不承认，兰溪是他见过最美的雄性。我站稳了，你可以放开了。青樱的能量还是太足了，引来了发情期。我试着压制过，没用。他们也想知道，面对兰溪的发情，他会怎么做。优烈的发情期还没完全过去，兰溪又突然发情，他哪有那么多精力应付？不要害怕，我能控制住。你只要让我抱着就好，不会做别的，可以吗？你只要让我抱着就好，不会做别的，可以吗？以兰溪对他的恨意，就算是发情，应该也不会对他做出什么吧？既然他能控制住自己，只是抱着睡，他也能接受。他这是答应安抚他了，他选择安抚他，他本该高兴的，但他此刻的心情却异常复杂。李月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左拥右抱的场景，这要是自己找的受夫，也许他还会开心，但现在被两个反派大佬包围，让他倍感压力。但他们都还在发情期，再尴尬他也得让他们抱着，要不然他们发狂就无法赶路了。而且他必须等到他们睡了才好拿出灵泉。李月也不知道自己浑身僵硬的躺了多久，泉水一滴上去，能感觉到胳膊上的伤口迅速愈合，清凉感蔓延，疼痛也随之消失不见。这是他身上最严重的伤，其他的小伤他就不治了。灵泉水很珍贵，不能浪费。兰溪腿上的旧疤，灵泉水对旧伤有没有用？优烈最大的伤口在胸口，虽然血已止住，但从胸口到腰腹的伤口很是狰狞。伤疤消失了，希望他们的恨也能减轻一点。几个反派身上的伤疤是他们怨恨他的根源。解气之后，不要执着着要他的小命。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，柔嫩的小手带着一丝清凉的触感摸过他的伤口后，他的伤口就痊愈了，包括拔掉鳞片留下的旧疤。拔鳞后留下的伤疤是永久性的，就连思乔的精神力都无法治好，可黎月却帮他治好了。如果他有什么企图，他没必要偷偷摸摸给他疗伤。他显然是想隐藏自己拥有的这种治愈能力。他当时还笑优烈太过愚蠢，现在他才明白，真正愚蠢的人是他，而不是优烈。优烈是对的，黎月的确变了。黎月偷偷给他治好了伤，看来黎月身上有秘密，他必须得好好保护起来。兰溪，别动他。兰溪，别动他。空间怎么就突然升级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刚才意识还在空间时被人亲了，气息和优烈不同，刚才那触感更亲切，还裹着海水的微凉。是兰溪，兰溪亲了他。他不说只是抱着睡觉，难道是发情期的原因？为了得到安抚，控制不住接吻，何况和他接吻，他好像也不亏。至少空间瞬间升级了，和优烈接吻几次也只扩到40平米，灵泉多出了200毫升左右。可和兰溪这一吻，空间直接翻倍到80平米，灵泉水也有500毫升左右，作物还疯长。所以空间的升级是因为换了人，还是兰溪刚突破青阶，等级比优力高，反馈才更强？那我再亲一下兰溪，是不是空间又升级呢？他不敢亲，一是怕兰溪还在发情期，自己主动凑上去，怕他会失控；二是兰溪是这几个受夫里对他恨意最深的，万一被他发现他偷亲他，他会不会掐死他？李月不知兰溪根本没睡着，他虽合眼垂睫，却能凭神力细他的注视，被他凝望着，刚平复的攥紧手掌，呼吸微粗感，指节泛白，只因优烈手臂正搂着李月，存在感逼人，他才勉强按捺住心底的冲动。难道发情期还有让雄性心跳加速的效果？他好香啊！以前他也不是没有近距离接触过，却从未闻到过这样的味道。是这几天他变了，还是自己的感官出了问题？小阿，要去写书吗？怎么才过了1夜，感觉兰溪像是变了一个人？怎么了？我的兽皮全脏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下去吧。他的猜测没错，他根本无意公开治愈伤口的能力。昨晚给他治疗，或许根本没想过要他回报，只是单纯的不想看到他带着伤口赶路，不想他因留下的旧疤而伤心。可他图什么？是为过往的跪索赎罪，还是说他其实是喜欢他的？黎月，我都洗好了，你想吃哪个？地鼠果要直接吃吗？虽然不怎么好吃，但也有雌性爱吃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，所以昨天摘了些。如果你不爱吃就丢掉吧。这个要怎么吃？直接啃吗？还行，
挺解渴的，感觉体力都也上了。吃好了吗？我们该出发了。我们还要走多久才能到鹰族部落？按现在的速度，大概还有5天。如果路上顺利的话，5天，离雨季越来越近了。不知道阿父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希望他能撑住，等我赶到。前面有一片沼泽地，需要绕路，绕过去大概要多走半天。不能直接穿过去吗？沼泽地里有泥沼兽，虽然是普通野兽，但在泥沼里它们的速度很快，而且雌性一旦陷进去很难脱身。绕路虽然远一些，但更安全。那好吧，绕路。前方有水源气息，应该是条小溪。先生，又到了小溪边，这次可不能再出意外了。想洗澡？才没有。好漂亮啊！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去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。他现在的状态看起来挺正常的，应该能控制住吧。周围安全，没有猛兽的踪迹，可以在这里多休息一会儿。饿了？给，先吃点垫垫。好吃，谢谢你，金爷。又不是专门给你烤的，顺手而已。尝尝看。好喝。不能动心，不能动心，他是反派，他是要杀我。不能动心，不能动心，他是反派，他是要杀我。喜欢喝我再给你压一些。果皮未破，果肉里的汁水却是精神力的缝隙，源源不断的滴进旁边的陶罐里。兰溪，你真厉害。你若爱喝，以后都给你压成果汁。精神力这么好用，怎么昨天不用？是昨天还不好用吗？刚榨好的，还很新鲜。真好喝，谢谢兰溪。明明前几天还动手掐过璃月，现在又开始主动讨好，实在是刺眼。兰溪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雄性只要到了发情期，得到过璃月的安抚，就会像变了个人似的？优劣是这样，现在连最恨璃月的兰溪也成了这样。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能把2个曾经对他厌恶至鼻的雄性迷惑成这样？不行，得离他远些，免得也栽进去。不过短短几天，连兰溪都动了心。可看他身上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雄性的兽印，显然没和他们交配。那他用了什么手段让2个桀骜的雄性围着他转？难道他会巫术不成？兰溪腰侧那边装深刻坚固的伤口，痕迹都没有留下。不是愈合，不是对自己的记忆有绝对自信，几乎要以为是记错了。我们今天怎么走？璃月，我们今天走水路。对，顺着前面的溪流往下走，能少绕很多山路。我带着你在水里走，很稳，不会让你沾水。兰溪还在发情期，他是该让他抱着，以便起到安抚的作用。优烈，你的发情期结束了吗？还没完全结束。优烈，你的发情期结束了吗？还没完全结束，不过今天差不多能缓过来。你不用管我，今天让兰溪带你走就行。还好没发现，如果追问他，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。他原本打算装作不知道的。怎么了？是发烧了吗？脸怎么这么红？还不是因为他突然靠过来，他难道不知道自己长得有多晃眼吗？没事，可能是太阳晒得有点热。是我疏忽了。这叶子好像是年他给他的，他还没扔，而且怎么感觉兰溪忽然变了？是发情期的原因，还是因为别的？兰溪，按现在的速度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到鹰族部落？顺利的话，明天天黑前就能赶到。他笑起来真好看，要是他能一直这么开心就好了。思琪，带璃月上去。思琪，你不用下去帮他们吗？放心，兰溪现在是青阶，对付一只绿阶的巨鳄蟒绰绰有余。优烈的实力也不弱，2人联手很快就能解决。要是这次能取出绿阶兽精，一定要交给思权用来升级。在找到阿父之前，只有这几个兽夫的实力变强，他遇到的危险时胜算才更大，赶路也能更顺利。
怎么样，里面有受精吗？我们运气不错，竟有透明受精。这透明晶，我可以吸收它吗？倒不是在问优劣的意见，他只是不确定这么坚硬的东西是否真能吃下去。当然可以。我感觉浑身都有劲了。来，照这里打一拳试试，看看这透明晶到底让你多了几分力气。还挺疼。很疼吗？我是不是打坏了？早知道轻一点了。是有点疼，胳膊都麻了。我看看哪里疼。你要是想道歉也不是不行。你要是想道歉也不是不行。优劣怎么动不动就亲？不是说发情期快结束了吗？刚吸收完透明晶，力气还不稳，别乱挥拳。怎么，发情期我都让着你抱一路了，我亲一下就不行？我去排泄，马上回来。这附近刚经历过打斗，说不定还藏着其他猛兽。他一个雌性单独离开太危险。我好了，我们快赶路吧。好，我们这就赶路。怎么一个两个的这么频繁的亲？两人都还在发情期的原因吗？兰溪明明是后来的，怎么也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？他好像真的变了，不再是以前那个只会刁难他、折磨他的恶毒雌性。现在的他会偷偷给他治疗伤口，也会主动关心其他人，甚至会主动靠近他。之前他还怀疑他是装的，可现在看来，他的好都是真的。现在庆幸的是发现的还算早，要是再晚一点，估计他就和他解气要另找了吧。不行，得抓紧些，绝不能给他解气的机会。璃月第一受夫的位置，还真就要争一下。璃月第一受夫的位置，还真就要争一下。刚才先后和优劣、兰溪都接了吻，优劣那个吻又快又轻，兰溪的吻也只是浅尝辄止。可空间除了灵泉水稍多一点，几乎没什么明显变化。难道空间升级还和接吻的轻重有关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什么？我刚才没听清。我说我的发情期快控制不住了，我们今天早点找个地方休息，你会安抚我对吗？早点休息的话，明天天黑前还能赶到鹰族部落吗？走水路快，不用担心耽误行程，明天天黑前一定能赶到。好，那我们找个地方早点休息吧。璃月以为兰溪提到的安抚不过是抱着睡一晚。好，璃月，你不用勉强自己。不勉强啊。他们身上的伤还没好，出去狩猎不会危险吧？不用担心，雄性的自愈能力很强，昨天休息了一晚，今天也没再受伤，早都恢复的差不多了。等见到阿父，他得和他说清楚要和几个兽夫解气了。未发情时他素来冷面，他原以为本就性情淡漠，谁知发情后全然变了模样，温柔体贴尽显，就连幽令亦是这般，发情后态度才悄然转变。看来雄性发情期会牵动性情转变，可他不敢就此松懈，这不过是激素作祟罢了。谢谢璃月。我之前说过，你抱着我走2天就给你滴血，你都抱了2天半了，本来早该兑现的，现在补也不晚。优劣本就是心狠手辣的反派，只是最近他太温柔，让他差点忘了这一点。璃月，为什么要给我滴血？他问为什么，还能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尽快解气，这不也是他愿意的吗？他只是兑现承诺，你没必要这么凶。你要是不愿意现在滴，以后再给你滴就是了。他只是兑现承诺，你没必要这么凶。你要是不愿意现在滴，以后再给你滴就是了。兰溪才对他好2天，他就愿意和兰溪配对，而他明明是第一个对他动心的，他却要给他滴血解气，难道他就这么令他讨厌吗？优劣他要去哪里？不会有事吧？别担心，他只需要这时间平复情绪，等想通了就会回来的。他当然能猜到忧虑的心思，他无非是不想和璃月姐姐，既然不想姐姐，就该说出来。但忧虑不说，他自然也不会替忧虑说出来，毕竟他也还没有和李景姐姐，自然不会优先帮着他表明心意。天晚了，先去休息。你怎么不躺下？你想听我唱歌吗？早就好奇人鱼族的歌声了，兰溪主动提起，他当然不会拒绝。唱完了。如果你想听，以后我可以经常唱给你听。不过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毕竟兰溪说过发情期快控制不住了，才要找地方早点休息的。那就接个吻安抚一下，其实也在他的预料之中。毕竟接吻不仅能更好的安抚他，还能让他的空间升级，似乎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。
兰溪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答应了和我配对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这个？他明明只是同意早点休息，帮他安抚发情期，怎么就变成配对了？可他并没有答应过兰溪，他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？而且理解错误的还不只是兰溪一个，其他几个兽夫也都以为他要和他结契。你不愿意？兰溪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哪句话让你误会。兰溪，但我的确没有要和你结契的打算。不过你的发情期我还是会安抚的。你可以抱着我睡，实在无法控制，接吻也可以。既然不愿意，那就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赶路。兰溪，这样抱着也能安抚发情期的，对吧？池玉说李月是故意装温柔，想让他们和他结契。他一直以为李月变好是阴谋，是为了让雄性心甘情愿和他结契。可他刚才却拒绝了兰溪，难道他真的不是装的？我没有要和你结契的打算。我们是来拜访鹰族部落的，想找林川，他是我的阿父。你们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通报族长。族长阿叔好，我是黎月，这次来是想找我的阿父领川，他之前说过会在鹰族部落，他还在这里吗？你就是黎月？你就是领川的雌崽？对，领川是我的阿父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？李月，我叫赤峰，是你的受夫。他的受夫？赤峰，你凭什么说是他的受夫？你们不仅没有结契，还是第一次见面吧？李月，我是你阿父领川亲自为你挑选的受夫，我马上就要升级到蓝阶了，比起他们，我能真正护住你。过来，到我身边来。李月，我是你阿父领川亲自为你挑选的受夫，我马上就要升级到蓝阶了，比起他们，我能真正护住你。过来，到我身边来。阿父帮我挑的受夫，可我怎么从没听过？你先告诉我，我阿父现在在哪里？想找你阿父，我可以带你去，但你得先给我滴血结契，让我成为你名正言顺的受夫。你说你是阿父给我找的受夫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说谎？你带我过去找阿父，我问阿父不就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为什么还要先结契？领川已经离开鹰族部落了，他去了哪里？只有我知道。你想找他，你就先和我结契，我带你去找他。阿父竟不在鹰族部落，还只有赤峰知道下落。可让他现在是真的，他也不会这么草率找一个受夫。族长阿叔，我们一路赶来，天已经黑了，能不能先在部落借宿一晚？当然可以，部落的空山洞还有不少，我来给他们安排住处。李月为什么不明确拒绝这个无理的雄性？可只要他没明确拒绝，他们就无法强行阻拦赤峰接近他。我们不需要住你用过的山洞，部落里的空山洞大多破旧，这里住着舒服些。这是我的住处，你可以住，但他们几个不能住进来。兰溪还在发情期，自然是不能让他在外面住。我们只是暂住一晚，不用这么好的地方。麻烦你找一处没人住的空山洞。怎么能让娇贵的雌性住破山洞？你今晚就住这里，他们几个雄性随便找个角落就能对付。我说了我不想住，你是要强迫我吗？请你给我们找一处没人住的山洞，谢谢。这个雌性不仅漂亮，连生气都这么可爱，比他之前见过的任何雌性都能吸引他。你是要强迫我吗？我说了我不想住，请你给我们找一处没人住的山洞，谢谢。这个雌性不仅漂亮，连生气都这么可爱，比他之前见过的任何雌性都能吸引他。行，我带你去空山洞，这里太破，不适合雌性住。要是后悔了，随时来找我。李月，没事，只是住一晚，将就一下就好。他原本以为到了鹰族就能见到阿父，没想到不仅人没见到，还被赤峰用阿父的下落要挟。我出去狩猎，很快回来。昨晚的肉都吃完了吗？出去狩猎会不会有危险？中午分着吃了，别担心，鹰族部落附近很安全，我很快回来。别想太多，明天我们再想办法问出阿父的下落。李月族性，我给你带了些烤肉。我的受夫们出去狩猎了，我等他们回来一起吃。这附近的猎物早被鹰族巡逻队搜空了，他们就算回来也搜不到半只猎物。别跟自己的肚子较劲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你拿走吧，我不会和你结契的。女性向来希望受夫越强越多越好，她可是马上就要升级到蓝阶的强者，比她身边那几个受夫强多了，她怎么就这么固执？我听你阿爸说，你的受夫们都不靠谱，他才来鹰族给你找可靠的。我比他们都强，和我结契，你不吃亏。他们很好，我暂时不打算找新受夫，你走吧。等你饿了，随时来找我。遭李月拒结契后彻夜难眠，终究豁然释怀。李月虽未星陨结契，却依旧温柔安抚他。他明白是自己太过急切，李月接纳众人本就需要时日，决意放缓心意，慢慢相伴。赤峰说只有他知道阿父的下落，
但阿父来鹰族部落，不可能没和族长打过招呼。也许族长只是碍于和赤峰的关系不肯说。明天一早，他一定要去找族长问问。附近没什么猎物，只找到这个。一起烤了吧，肉少点没关系，配着地鼠果应该够吃了。你的发情期还没结束吗？还没完全结束，还需要一些安抚。赤峰已经盯上他了，他比我们都强。要是再等下去，说不定璃月会被他抢走。与其把他交给其他雄性，我宁愿现在就强行和他结契，至少这样，他不会离开我们。雌性一旦完成滴血结契，只要雌性没受伤，雄性就算强行配对，也不会被结契受印反噬。这也是许多雄性甘愿让雌性滴血结契的原因之一。可这份对雄性唯一的福利，在兰溪的眼里，从来都不该运用在璃月身上。别冲动，他今天明确拒绝了赤峰，还说我们很好。他不喜欢赤峰，他现在不喜欢，不代表以后不喜欢。赤峰马上就要拦截，还是他阿父认可的受夫，璃月接受他只是时间问题。你也清楚，璃月现在只是没彻底排斥我，根本没完全接受。等他真和赤峰结契，他就会想尽快和我们解契。你想和他解契吗？别说解契，他连让他离开自己视线都舍不得。我不会让他解契，更不会让他被赤峰抢走。强行结契虽然会让他生气，可至少能把他留在身边，等他习惯了，总会接受的。你这是在逼他，他要是知道你用这种方式留他，只会更厌恶。到时候就算结契了，又有什么意义？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让璃月生气，可他更怕失去这个好不容易变得温柔，让他心甘情愿付出一切的雌性。这两个人是不是陷得太深了？他还是觉得璃月忽然的变化是阴谋，可看着他拒绝赤峰，为大家分地鼠果，又实在想不通他到底图什么？难道是他多疑？其实他只是变好了。放手！你没资格阻拦我，你我都是他的受夫，我为什么没资格？你不是一直巴不得和他解契？等解了契，你就不是他的受夫，自然没资格管我。尤烈，我劝你最好收手。你以为他知道后只会生气？以他的性子，说不定会直接划掉你的受印。刚才要是四瑶没拦住尤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醒了，先洗漱吧，烤肉很快就好。怎么会有烤肉的香味？你们昨晚猎到的肉不是吃完了吗？优烈后半夜又出去了一趟，抓了几只小猎物回来。优烈，你后半夜又出去狩猎，累不累？等吃完早餐，你去补个觉吧。我不累，也不想睡觉，让我陪着你，好不好？不想睡觉就不睡。等下我还要去找族长问阿父的事，我们先吃早餐吧。好。没想到在兽市还能看到番茄，简直是意外之喜。这叫红珠果，味道酸酸甜甜的。如果你爱吃，我再去摘一些回来。不用了，够吃了。番茄可是好东西，等空下来把番茄种在空间里，以后就在兽市吃到番茄炒蛋、番茄汤了，想想都觉得开心。肉不够，配着地鼠果也许勉强够吃。池月，你能不能帮我弄个石锅过来？我来做好吃的，保证够大家吃。石锅？等石锅做好，我就给你滴一滴血。我去凿石锅。好了。受蟹的雄性力气真大。还需要什么？再往锅里倒点清水，加点盐就好，煮开就能吃了。勾的几人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谁能做几个木碗和木勺回来？就是能装汤的木头容器，还有能舀汤的小木棍。雄性食量很大，这点肉本是不够吃，但加了地鼠果和红珠果后，汤肉应该够填肚子。璃月，下次还能做这个吃吗？太香了！璃月雌性，我给你带了烤肉。可到了跟前，就被石锅里飘出的香气勾住了脚步。你们在吃什么？这么关心我们吃什么？我是来给璃月雌性送烤肉，你们饿不饿与我无关。璃月雌性，这烤肉是刚烤好，要尝尝吗？不用了，我已经吃过了，你拿回去吧。活了这么久，从未见过这种吃法，闻着倒是香。他可不想再轻易告诉一个别有用心的雄性。猎物太少，就混着肉和野果吃了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璃月没把做法说出来，就说明在他心里，赤峰始终是外人，这让他们安心了不少。那你吃饱了吗？这烤肉还热着，再吃点。真的吃饱了。对了，鹰族族长住在哪里？你找族长做什么？我们打算离开鹰族部落了，毕竟昨晚还在部落借宿了一晚，总要说声谢谢。离开？你不想知道你阿父的下落了？他原以为只要握着领船的下落，璃月就一定会妥协，没想到竟然宁愿放弃找阿父，也要离开。我想阿父说不定已经回家了，与其在这里等，不如回去看看。也好，既然要告别，我带你去找族长。
族长，你别追，追不上的。我们去问族长，赤峰是鹰族的人，族长一定知道他可能去的地方。谁让你们擅闯我的山洞？族长，我们的雌主离月被赤峰掳走了。什么？你说赤峰残走了雌性？这不可能！赤峰向来沉着，从不会做这种冲动的事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就在刚才，我们眼睁睁看着他抓走离月。族长是觉得我们几个会编造这种谎话来污蔑鹰族吗？族长，离月是我们的雌主，如果他出了任何事，我们就算拼了命也不会放过鹰族。赤峰是鹰族除他之外战力最高的雄性，性格沉稳，连下任族长的位置都基本内定给他。有很多雌性主动示好，他都不屑一顾，怎么会突然对一个外来雌性这么执着？甚至不久前领川来部落，当时他看中了赤峰，想让他当自己雌崽的受夫，可赤峰当场就拒绝了，领川也没为难，当天就离开了部落。若是赤峰能和离月结契，对鹰族来说也是件好事。离月漂亮又温顺。你们先别着急，赤峰是鹰族人，鹰族部落是鹰族的人，我立刻派人去他常去的几个地方找，一有消息就告诉你们。好，我们等，但我希望族长能尽快找到他。如果离月受到任何伤害，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去通知巡逻队，分头去找赤峰，重点去西边的断崖和北边的山谷，那些是他常去的地方。不能等巡逻队，我们自己分头找。赤峰指不定把离月藏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离月是我们共同的雌主，现在他被掳走，希望你们能尽力寻找，不把他找回来，你们想解禁也没有对象。我倒觉得，如果他真接受了赤峰，和我们解戒反而会更快。石玉，我们好歹一起生活了这么久，你为了解戒，竟然帮着外人。离月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你以为你能好过？后悔？我池玉还不知道什么是后悔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会把他找回来的。池玉，离月的变化，你我都看在眼里，我看得出来在欺骗自己了。等滴完5次血，你想后悔都晚。别害怕，我没有想要害你，我只是不想让你离开。你带我来这里，到底想做什么？离月，你应该知道我想做什么。我不知道，但我不喜欢别人逼着做我不喜欢的事。离月，我想和你结契，你给我滴血，好吧？赤峰，我记得我拒绝过你了，我不想和你结契。这是我第一次对雌性动心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我马上就要晋升蓝阶了，你跟着我，我能比他们更能护住你。领川说的对，他们不靠谱，连让你安稳吃饭都做不到，怎么护得住你？就算他会和几个兽夫结契，但他也不想和赤峰结契。他觉得赤峰的人品很有问题，他喜欢就可以不顾他的意愿绑架他吗？我不喜欢你，我不会和你结契。你现在把我送回去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不会放人走的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这里。你应该清楚，只要我不愿意，你根本无法和我强行结契，就算把我困在这里也没用。我不会强行结契，但你会同意的。你看，洞外就是悬崖，没有我带你，你根本出不去。这里没有食物，也没有水源，等你饿了渴了，你就会知道，和我结契是你唯一的选择。你就不怕吗？就算我真的愿意和你结契，事后我有可能会划掉你的兽印，到时候你会变成废人，这也是你想要的。你不会的。我会的，只要你逼我结契，我就会划掉身上的兽印，到时候你等级跌3阶，再也成不了强者，连和其他雌性结契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当个被部落抛弃的废人。我相信你不会的，如果是别的雌性被我带到这里，早就又哭又闹，直动手扇我巴掌，可你没有，你是我见过最漂亮也是最温柔的雌性，心这么软，怎么可能真的对我下狠手？你没动手，就说明你心软。这是什么扭曲的逻辑？他把他绑架到悬崖山洞，逼他结契，竟然还因为他没当场动手，就断定他心软不会反抗，所以是不是没打爽？要是还气，另一边脸也可以给你打。是不是没打爽？要是还气，另一边脸也可以给你打。眼前的雄性根本不是讲道理能说通的，他就是个疯子。赤峰笃定他不会划掉兽印，他想耗着他，等他饿到撑不住，渴到没办法，自然会乖乖点头和他结契。和疯子争辩，只会浪费自己的力气。李月，我出去给你烤一些肉回来，你好好想想，等我回来，希望能听到你改变主意的消息。果然是插翅难飞，赤峰说的没错，没有他带着，他根本出不去。他那几个反派兽夫本就恨他，他们知道他是被赤峰掳走的，只要他答应和赤峰结契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，他们应该也不会积极找他吧。而且赤峰是快到蓝阶的强者，他们就算想救，也未必打得过。说不定他们还会觉得他和赤峰结契，反而能加快和他们解契的速度。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，把希望寄托在未必会来的救援上，不如靠自己拼一把。
再等下去，几个兽夫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个地方，而且他们也不一定会拼命寻找。上次吸收了那颗透明兽晶后，他明显感觉体力和耐力都比以前强了不少。悬崖太高，万一藤蔓中途断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么高的悬崖，他可从来没有爬过，说不怕是假的。但想到空间里的灵泉水，他又给自己壮了壮气。万一真的掉下去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灵泉水还能救他一命。与其耗到体力彻底通支掉下去，不如主动跳，至少还能选个看起来相对安全的方向。他记得猎狗好像是喜欢成群行动的野兽，很少有单独行动的，只有一只。他知道自己体力还没恢复，胳膊还在发抖，不能硬拼，只能等猎狗先动手。刚才对付一只就已经拼尽了全力，现在来了这么多，他连逃跑的力气都快没了，根本没有胜算。这次真的完了。你怎么样？疼不疼啊？早知道我就跑快点了。疼！刚才我还以为我死定了。不疼了啊！我已经把一狗都打死了，没人能再欺负你了。我现在就带你回去，找思琴给你治伤好不好？没人能再欺负你了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去，找思琴给你治伤好不好？不行，不能回去。我好不容易才从赤峰手里逃出来，要是回了鹰族部落，他肯定还会把我抓回去的。那你打算去哪里？我想去找阿父，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。领川去鹰族部落是为了给你找兽夫，要是他在鹰族找到了合适的，肯定不会走。现在他走了，说不定是没找到，去其他部落了。那你知道离这里最近的部落是哪里吗？是熊族部落，从这里出发，跑快点的话，半天就能到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熊族部落。你能联系上兰溪他们吗？告诉他们我们要去熊族部落，让他们也过来会合。能，我们之前定过暗语的。好了，他们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我们要去熊族部落了，肯定现在会赶过来怕吗？燕也没有其他几个兽夫心思缜密，他比别人更粗心一些。就像现在，话题一转移到熊族部落，他就忘记了他身上还有事。雨季快到了，兽蟹的食物本就珍贵，这么多腥肉可不能浪费，以后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你们是不是就都出来找我了？兰溪说不能等族长的巡逻队，我们就分头找了。没想到是我找到了你。墨珠果在这附近能找到吗？就是这个，不过这只染到皮肤上好几天都洗不掉。为什么要涂这个？一点都不好看。丑才好啊，能避免不少麻烦。那走吧。我们要见族长。我是熊族族长莫叶。莫叶族长，我叫黎月，我想过来问问我的阿夫领川有没有来过这里。你是他的雌崽，他的确来过我们部落，不过2天前就已经离开了。莫叶族长知道他去了哪里吗？他有没有说要去哪个部落？他没说具体去向，只说还要去其他部落看看。既然莫叶族长也不知道阿父的去向，那我们只能自己去找了。天马上要黑了，赶路也不安全，我们想在这里借宿一晚，等我的其他兽夫赶过来，我们就立刻离开，不会给部落添麻烦。还是第一次见到说话这么有礼貌的雌性，若是没脸上那些黑斑，在哪个部落都会被雄性争抢。可以，我让族人给你们安排住处。来人，带他们去西边的空屋，他们今晚就住在那里。是。你们今晚就住这儿，有需要可以去前面的篝火堆找族人帮忙。优烈他们什么时候能到？他们刚才联系我了，说路上遇到鹰族的巡逻队，正在周旋，晚点才能到。什么时候联系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们身上都有你的兽印，是通过兽印传声的。你身上没有我们的兽印，自然听不到。之前找不到你，也是因为你身上没兽印，只能盲目的搜。原来他们靠兽印联系，难怪能互通消息。赤峰敢肆无忌惮绑架他，恐怕就是看他身上没有节气兽印，知道没有雄性会通过兽印感应到他的位置。这么看来，节气的事不能拖了，得尽快找个何带来的雄性节气，至少多一层保障。你不会是想反悔，不想和我们解气了吧？怎么会呢？我不是一直按照约定给你们滴血解气吗？放心吧，一定会解气的。对了，早上答应给你滴血还没兑现，等收拾完屋子我就给你滴。
不用你帮忙，你坐着就好。就算我们早晚要解结，现在你还是我的词主，我是你的受夫，哪有让雌性干活的道理？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。好了，过来吧。池玉之前说，黎月最近的变化就是想勾着他们主动说不想解气，等和他真正解气了，肯定会变回以前的样子。可刚才黎月主动提滴血时松了一口气的模样，一点都不像是装的，反而像是想赶紧和他解气，摆脱他的纠缠。发什么呆呢？这屋子里连水都没有，你去外面打点水回来吧。我去组长那里看看，能不能要点晚上吃的肉。你自己去见组长，和他要肉。放心吧，这里是熊族部落，又没有猛兽，很安全的。而且我现在这模样，也没雄性会盯上我。今天就你一个受俘，你要是出去狩猎，就剩我自己在部落了。雌性去找组长，他会给肉的，很快就回来。那你小心点，要是有人欺负你就喊我。我很快就回来，知道啦。黎月族姓，怎么是你一个人来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怎么是你一个人来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莫叶族长，这是我的受夫早上猎到的猎狗，我不太爱吃这种肉，想拿它跟您换些别的肉和野果，方便吗？向来都是雄性负责处理猎物、交换物资，受夫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就算他的受夫们不喜欢他，他也是娇弱的雌性，哪能让雌性？他去外面打水了，我想着早点换完肉，等他回来就能一起准备晚饭，就自己过来了。莫叶族长看着给点就行，不用太多，够我们2人今晚吃的就好。你等一下。这么多啊，谢谢莫叶族长。东西沉，我帮你送回住处吧。那就麻烦莫叶族长了。他真的很有礼貌，自己拿着猎物过来换食物，性格又这么好的雌性，他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雌性。他的受夫们为什么会嫌弃？只是因为他长得难看吗？我看你还没有和他们结气，他们对你不好吗？你想再找其他受夫吗？嗨，寿氏漫剧粉集合啦！抖音精选专属漫剧乐园，全是优质漫剧，剧情全程高能，一集比一集上头，可听可看。没看完还可以点稍后再看，稍后有空再来看，还等什么？快刷起来吧！我不知道莫叶族长为什么会这么想，我和我的受夫们感情很好，他们对我都很照顾，我从没有想过要找其他受夫。能被黎月这样维护的受夫其实是幸运的，他见过太多雌性对雄性非打即骂，像黎月这样明明能感觉到他和受夫之间的疏离，却还愿意维护他们的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这么好的雌性，他的受夫们竟然不珍惜。是我多嘴了，但如果你以后遇到困难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能帮的一定会帮你。阿月怎么还没回来？他怎么和莫叶在一起？就算早晚要解切，现在也轮不到别的雄性对他献殷勤。雌性很珍贵，既然已经结气，就该好好对他。如果你不珍惜，自然会有其他雄性愿意对他好。他明明已经刻意和静野表现得很亲密了，莫叶怎么还能看出他们关系数？那就不打扰了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什么，赶紧把东西拿进屋，我去生火烤肉。他怎么觉得燕野好像有点生气？可他好像也没有惹他吧？难道是出去打水的时候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了？辣椒，放空间里种上，以后就有辣椒吃啦。在这连盐都稀缺的兽界，辣椒简直是调味的珍宝。可惜兽人并不清楚辣椒的吃法，这应该是莫叶摘野果时不小心混进去的。黎月，刚才他蹲在那里，嘴角微扬，不知道在想什么好事，连眼睛都亮得像藏了星光。不会是在想莫叶吧？他们还没解气，他就这么迫急待想找别的雄性了？很好吃，好像没有池玉烤的好吃，不过你喜欢吃就好。他们今晚应该无法赶到熊族部落了，你一个人照顾我也挺辛苦的。作为报答，明天早上我就给你第一次血。作为报答，明天早上我就给你第一次血。不应该啊，都说明天早上给他滴血了，怎么不高兴？池玉告诉他，黎月只是假装要和他们解气，等他们心甘情愿配对后，完全解气后，他就会露出真面目，会变本加厉的虐待他们。可这假装解气是不是太过真了些？他怎么觉得他是巴不得立个解气，再找别的雄性呢？如果不是有每天最多只能滴一次血解气的禁制在，他都会立马就滴完血解气了吧？印爷，等以后彻底解气了，你打算干什么？要回自己的部落吗？他就这么盼着他解气，连以后的规划都开始替他想了，生怕他解气后缠着他。不知道，没想过。可以慢慢想啊，离彻点解气还有段时间呢。不管回不回部落，以后总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。说起来，这几天优烈和兰溪以发情的名义，一直堂而皇之就抱着李月。至于优烈，发情期都结束了，还佯装没结束，继续抱着李月。
静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竟真的吻了璃月，可没想到璃月会突然醒过来，她的唇好软。静野，你也发情了？对，我突然就发情了，没控制住。他这些兽夫到底怎么回事？吸收兽精会发情，没吸收兽精也能突然发情？难道兽氏的雄性发情都这么随心所欲吗？那你要抱着我睡吗？抱着睡了就能缓解吗？不早了，过来睡吧。刚才他都没经过他允许就亲他了，他都没有怪他，还以为他发情了，让他抱着缓解症状。池玉所说的阴谋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是，他怎么觉得自己好像已经陷进去了？能这样一直抱着他该多好。他怎么觉得自己好像已经陷进去了？能这样一直抱着他该多好。醒了，肉马上就好，再等会儿。有了接吻就能升级空间的一层机制，他就觉得和几个反派接吻其实他也不亏。这也是为什么昨晚一野忽然亲上来的时候没有那么生气的原因。反正种在空间里的葡萄都已经发芽，剩下的用来榨汁解腻。你想喝果汁怎么不跟我说？我也能给你榨，哪用得着你自己动手？你忙着烤肉呢，我自己来也方便。再说榨汁又不难。他不是要勾着他们说出不想解气吗？怎么一点都不依赖他？这算什么勾引？我昨天说的话你是没听进去，让娇弱的雌性自己动手干活，你这个兽夫是怎么当的？莫叶族长别误会，是我自己要榨的，他忙着烤肉呢，我闲着也是闲着。眼前这雌性分明被疏忽对待，兽皮群就得磨出毛边，连喝果汁都要自己动手，却还反过来替兽夫辩解，这份包容让他实在费解。可雌性已经开口维护，他作为外人确实没立场再继续指责，只能压下心头的惋惜。莫叶族长特意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莫叶作为一族之长，不应该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吗？怎么一大早就出现在他这个外来雌性的住处？没什么大事，刚好路过，过来看看你们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。若是缺什么工具或是食材，都可以找我。谢谢莫叶族长的关心，我们等其他兽夫到了就会离开，不会给部落添麻烦，暂时没什么需要的。你作为兽夫，连件新的兽皮裙都没给雌主做，让他穿着这么旧的裙子。新的兽皮裙在另一个兽夫的兽皮袋里，等他赶过来我就能换，不劳莫叶族长费心了。昨天逃脱的时候的确刮坏了兽皮裙，几件能换穿的在池玉的兽皮袋中，也没有在意。只是这个熊族族长管的是不是太宽了些？莫叶为什么对他这个丑雌性这么上心？难道是阿父领川之前在熊族部落时和他说过什么？可阿父为什么和莫叶说他的情况？难道阿父来这里想给他找的兽夫是莫叶啊？难道阿父来这里想给他找的兽夫是莫叶？肉烤好了，快吃吧。你别往心里去，莫叶族长就是随口一说，我有备用的兽皮裙，等池玉来了就换，又不是没得穿。他想起之前璃月跟着他们风餐露宿，从没抱怨过一句，现在身上的裙子破成这样，他还要反过来安慰他，可他却一直防备着他，就连外人都能看出来他的裙子破了，他作为兽夫都没能第一时间发现。你烤的肉比昨天好吃多了，是不是加了什么草药？这味道很特别，尝尝我榨的果汁，解腻正好，刚才没给你留多少，你别嫌弃。不仅没因为莫叶的话怪他疏忽，反而还主动找话题安慰他，甚至分给他亲手榨的果汁。他就是装着温柔，等你主动求着节气，就会拿鞭子抽你，嘲笑你没用。也许池玉错了，如果他不是装的，我要怎么办？池玉那么聪明，怎么会错？一定是璃月的手段太厉害，连我都快被迷惑了。也许他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，我快坚持不住了，想求他不要解气了。昨天答应给你滴血的，现在补上，加上这次已经是第3次了，再滴7次，你就能彻底解气，恢复自由了。如果我告诉他不想解气了，他会怎么说呢？又怕真的说出这句话，就彻底落进他的陷阱里。可更怕真到了解气那天，我会后悔。你能联系上兰溪他们吗？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到？是不是路上遇到麻烦了？联系上了，他们快到了。不过兰溪的状态不太好，优烈和思琪先和他会合了，他们会带他过来。兰溪才想起兰溪似乎还在发情期，之前都是靠着他的安抚才勉强压着，现在离开他这么久，极有可能会发狂。兰溪现在是清阶兽人，目前是他们几个兽夫中级别最高的，如果真的发狂，估计其他人压制不住他。他现在在哪里？你能确定他的位置吗？如果此刻发狂的是我，他会不会也这样紧张？你想去找他？不行，他现在随时可能失控，太危险了。等他彻底发狂再安抚才更危险。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，说不定能赶在他失控前稳住他。他们在往部落这边移动，位置一直在变。不过现在距离部落入口已经很近了，我们现在过去，应该能在部落入口遇上。怎么这么多雄性往入口跑？熊族部落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一般是部落受到威胁，
才会召集雄性戒备，说不定是有大型猛兽攻击部落。要是真有危险，我不能让你卷进去。不行，我们得快点去看看。就算是猛兽，这么多雄性一定不会有事，但兰溪快失控了，要是被熊族当成威胁抓起来，事情就更难办了。比起兰溪，他更怕璃月在混乱中遇到危险。幽烈！莫叶族长，放开我的兽夫！这还是他第一次见他露出怒意，不再是之前礼貌疏离的模样，倒像是被惹急了的小兽，带着几分倔强。璃月雌性，他已经彻底失控了，刚才差点伤了我们部落的幼崽。你现在靠近他太危险。兰溪，你还认得出我吗？璃月，他还有理智，不会伤人。我的兽夫就不麻烦莫叶族长了。他是清阶兽人，一旦再次失控，破坏力极大。如果有危险，随时喊我，部落的雄性就在附近。谢谢莫叶族长提醒，我们会马上离开部落，不会给熊族部落添麻烦。不行，他现在这样不适合赶路，你等他彻底稳定了再走。你们可以先住回之前的屋子，今天部落的雄性不用出去狩猎，能盯着这边的情况，不会有问题。那就多打扰一天，等兰溪好一点，我们马上就走。不用客气，都散了吧，没什么大事，大家回去警惕一些就行。兰溪，我们回屋。也不怪他刚才看到他的脸被莫叶踩在脚下时那么生气，这么美丽的一张脸被人踩在脚下，任谁见了都会生气的吧？这是人之常情，并不是他对兰溪有什么特殊感情。别离开，我不走，我在这儿陪你。怎么能这样？兰溪，你先克制一下。我的安抚只能到接吻为止，而且你们能不能回避一下？我不习惯。不行，兰溪体内的狂躁因子还没压下去，随时可能失控。我不能离开，但可以转过身。还是不太习惯和雄性太过亲密，而且还是即将就要解气烈的反派。看来和兰溪的吻让空间有了这么大变化，之前的尴尬瞬间被喜悦冲淡。空间升级得这么快，安抚反派似乎也不错，是不是应该趁机多亲一下？每次用空间里的东西都要藏着掖着，看来得早点解气，找个合心意的兽夫解气，然后告诉他空间的存在，大大方方的拿出空间里的东西享用，不好吗？兰溪，住手！你清醒点，他只是睡着了，不是默认你的举动。你能控制住自己，别做让他醒后恨你的傻事。如果此刻发情时的我，璃月会不会也这样对我？会不会也在我怀里安心睡着？可他看着我胸口变淡的兽印，笑容那么真切，像是巴不得下一秒就彻底和我姐姐摆脱我的纠缠。我该怎么办？他的这张脸真的是太犯规了，明明心里恨我，却让我有一种他很深情的错觉。你怎么样？缓解一些了吗？你的安抚很管用，现在好多了。那我可以起来了吗？身上沾了不少灰尘，想洗个澡。当然可以，你脸上这些是墨珠果的汁水。染着能省去不少麻烦。他是怕自己的美貌再引来像赤峰那样的麻烦，才故意用黑斑遮住。我陪你去溪边。不用，谁帮我打一桶水过来就好。我去打点水回来，你在屋里等着。璃月的兽皮裙是不是都在你带的兽皮袋里？燕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璃月的兽皮裙了？在，怎么了？他身上这件破了。说起来，璃月从来没和他们提过任何要求，他们也默认他不缺兽皮裙。我那里有海洋野兽的兽皮，质地轻薄还防水，我给你做一件新的吧。我那里有海洋野兽的兽皮，质地轻薄还防水，我给你做一件新的吧。不用，我还有备用的，我换一件就行，不需要特意做。他知道对雄性来说，一些稀有兽皮其实是像嫁妆一样的东西，他们会拿它来给自己的雌主做一件最好的兽皮裙。他们之前没有拿出来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喜欢原主，原主也没打算要他们的兽皮。他马上就要和他们解气了，自然更没必要让他们拿出来稀有兽皮做衣服，他们留着，等解气后还能送给自己真正喜欢的雌性。他好像总是刻意和他们保持距离，难道他想错了？其实他是真的想和他们解气。璃月，你现在要洗吗？谢谢游猎，这次因为赤峰，你们赶路时还得跟鹰族巡逻队周旋，都挺辛苦的。作为奖励，我打算给每个人都滴一次血。他主动提出滴血解气，这不是他们一直盼着的吗？怎么一个个都是这种表情？谁先来？游猎，你先来吧。上次就没给你滴成。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和我们解气？上一次给优烈滴血时，他也是这样抗拒。难道他并不想和他解气？璃月雌性，你在吗？我先出去看看。
莫叶族长，有什么事吗？你的兽夫刚到部落，应该没来得及狩猎。这里有一些昨天剩下的肉，就不要出去狩猎了。莫叶族长，过来一下。莫叶族长，这是我的兽夫之前猎到的，就当是谢礼。莫叶族长要是不收，这肉我也不能要。原来是不想白白接受他的好意，他是想拿猎物作为交换。看得出来，他并不想欠他人情，可他的兽夫们对他并不好，不和他配对，他却处处维护着自己的兽夫。早知道领川的雌崽是他，他就不该拒绝他的提议。璃月真的很好，如果是他，他也可以接受。虽然璃月很好，但是长相还是太丑，作为族长的雌主还是不够。莫叶族长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对了，兰溪的狂躁症控制住了吗？已经好多了。明天我们就会离开部落，不多打扰了。明天就走，雨季马上就要到了，外面的猛兽会变多，赶路很危险。你要是不介意，可以留在熊族部落，等雨季过了再走。谢谢莫叶族长的好意，不过我们还有事要做，就不多打扰了。莫叶族长怕我们没来得及狩猎，送了些剩肉过来，要我们当做晚餐。我刚才是单独跟他道谢，没别的事。那晚餐还是做昨天那样的肉汤吗？我还记得做法。你真的会做，太好了。不过得先做口石锅，不然煮不了汤。晋野，你去附近找块平准的石头，凿个锅出来，我来处理食材。那晚餐就辛苦你们俩做了，我先去洗澡，等洗完澡就给你们滴血。他是真的想和我们解气，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他绝不容许璃月就这么轻易和他解气，哪怕用些手段也要留住他。绝不容许璃月就这么轻易和他解气，哪怕用些手段也要留住他。有什么用？他铁了心要解气，就算这次拦住了，下次他还是会找机会滴血。我见过无数优秀的雄性，你是我见过最美的雄性。有什么用？可他还是想解气。要不你强行和他解气？我不想强迫他，如果他真的不想和我在一起，就算强行解气，他也不会开心。石玉，你之前说他是装的，想让我们求他不要解气，可现在他连给所有人滴血都主动提了，这还像是装的吗？你自己没有判断吗？非要问我，我要是能判断，还问你干什么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还觉得是装的？我已经滴了3次血了，再滴2次，就彻底没机会和他结气了。我看你刚才没拿够，又给你拿了一张，擦着方便。谢谢。阿父给他准备的兽皮裙并不少，根本不需要麻烦他们做新的。他要是会裁剪衣服，他还想自己缝制一条裙子，可惜他没有这个技能。兰溪，你干什么？肉烤好了，带你出去吃。这张脸实在太犯规，哪怕知道他是反派，也忍不住会。我可以亲你吗？亲一下，我体内的狂躁因子能更稳些，安抚效果会更好。亲一下既能稳住兰溪，又能让空间升级，好像没什么坏处。他暗自腹诽，雄性的发情期也太可怕了。明明心中恨他恨得牙痒痒，现在却能表现得这么深情，简直像换了个人。池月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昨天只做了1次，你居然就做出来一模一样的。你说话就说话，靠这么近做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下次注意距离。可能是发情期的优劣和兰歇太过温柔，他差点都忘了他们都是恨他入骨的反派了。对不起。石玉，你最好别让我听到第2次这么和他说话。你没做错什么，不需要道歉。石玉，你最好别让我听到第2次这么和他说话。你没做错什么，不需要道歉。随口说个对不起，也不用这么紧张吧？我来分就好，雌性不用做这种事。以后这些事都交给雄性就好。这么多兽夫，没有让雌性干活的道理，这样显得我们很没用。受谢雌性金贵，他或许会安心享受这份福利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分个汤又不费劲儿，我没有那么娇气，总归是要习惯自己做事的。他们怎么会听不出来？他在为解姬做准备。离熊族部落最近的部落是哪个？我猜阿父之前没在熊族找到合适的兽夫，说不定去了附近的部落。最近的是兔族部落，大概要走1天路程。那我们明天一早就去兔族部落，说不定能在那里问到阿父的消息。眼看马上就要雨季了，也不知道阿爸现在怎么样了。在担心阿父。雨季快到了，比起找兽夫，我更希望快点找到他。战力天花板的阿父才是最可靠的后盾，只要找到阿父，哪怕暂时没有兽夫也能安稳度过雨季。只是快到雨季了，他还没找到阿父，他才想着实在不行就先找个合心意的兽夫一起去找阿父。到时候阿父真的遇到了麻烦，那个兽夫也会帮忙。至于身边这几个反派，毕竟是阿父强行抢来的，心里本就有怨气。阿父真遇到危险，他可不敢指望他们帮忙。原来他急着赶路，不是为了找新的兽夫，只是担心阿父。只要他没想着立刻找别人，他们就还有机会。别担心，我们明天先去兔族打听，要是没消息，再去附近的部落问，周边部落不算多，总能找到他的。对了，赤峰怎么样了？他会不会顺着踪迹找到这里来？他发现你逃走后就没再装，直接联合鹰族的其他雄性搜山。不过我们收到晋野传的消息后，他就没再追过来了，特意绕路和他们周旋了大半天才甩掉。
他们还不知道你来了熊族部落，暂时安全。他居然为了抓我出动整个鹰族，还好当初没有眼瞎看上赤峰，这人简直是疯了。这次真是辛苦你们了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说不定已经被他抓回去了。李月，明天要赶一天的路，得早起，是不是该早点睡觉了？你困了？不是困，我体内的狂躁因子还没完全稳下来，需要你的安抚。那好吧，先睡觉。看来兰溪要开始利用自己的优势了。静野，你不是还在发情期吗？过来一起睡，正好也能给你安抚。发情期？谁？晋野吗？雄性的鼻子本就比雌性灵敏，可晋野身上没有半点发情的气。之前晋野还急着追问他黎月是不是装的，现在倒好，为了能跟黎月挨在一起，连发情的谎话都敢说，这动心的速度也太快了。李月这手段确实厉害，不过几天功夫就把兰溪、优烈连剑野都勾得迷得神魂颠倒。不过他也能理解几个雄性，李月忽然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变得温柔又乖巧，谁会不心动？发情期需要安抚。你的发情期不是早就过了？黎月安抚我怎么了？我也是他的受夫，难道还没资格让他安抚？心跳的好快，他会不会发现？好困，好想睡觉。李月，我可不可以吻你？好。静野，你也需要接吻安抚吗？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可以吗？出来。晋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要和他解气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不知道你还撒谎说自己发情，不知道还吻他。如果你不是真心想和他解气，那就不要用那些低级的手段占他的便宜。他会和你解气，等解气完，你就可以从我们眼前消失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最好老实一点。如果我再发现你用这些不入流的手段占便宜，绝不会轻饶。池玉说的对，他连最起码的判断能力都没有，他就是个废物。仔细想想，就算他和黎月解气，他也不一定能再找到雌主，就算找到了，也不可能会比黎月好。和没有雌性安抚、发狂而死相比，留在黎月身边最坏以前的模样。优烈，我决定了，我不会和他解气。哼，你可想好了？我同意了也没用，他不一定会接受。我知道，无论他接不接受，我的心都不会再变了。行了，先洗漱吧。池玉已经把烤肉烤好了。明明知道他是反派，怎么还是会被这张脸晃神？兰溪，你体内的狂躁因子好点了吗？有你的安抚，好多了。看来不会耽误赶路了。黎月，快来吃，我特意给你留了块肥的。你昨天说这个好吃。晋野好像比昨天热情了不少，应该是发情期的原因。莫叶族长怎么来了？没有什么事，我只是过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。谢谢，没什么需要的了。谢谢莫叶族长让我们留宿，我们这就离开部落。原来黎月根本不丑。黎月粗心，领川来熊族部落时曾找过我，说他有一个很优秀的雌崽，只是身边的兽夫并不中用，所以他想让我当自己雌崽的兽夫。我当时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，但我现在可以和他的雌崽说我的回答。黎月，我愿意当你的兽夫，我愿意当你的兽夫。你什么意思？他身边有我们就够了，凭什么要你当他的兽夫？他需不需要新兽夫，该由他来决定，而不是你们替他回答。黎月，我是蓝阶，比起他们更能保护你。原来阿父来熊族部落给他找的兽夫是莫叶，不过既然阿父自己走了，那应该是当时莫叶并没有同意。想来他本想瞒着他这件事情，现在他突然改变主意要当他的兽夫，十有八九是因为他脸上的黑斑淡了，看清了他的样子。看来莫叶只是个看脸的雄性，早知道早上就该补点墨珠果的汁水。莫叶族长，可能阿父并没有说清楚，我的兽夫对我都很好，我暂时没有要增加新兽夫的打算。他不喜欢只看脸的雄性，况且莫叶是熊族族长，不可能真的放下整个部落的族人陪他找阿父。他们连件新的兽皮裙都没给你做，让你穿着破旧的裙子，还会让你自己动手干活，这样也算对你好。如果我是你的兽夫，绝不会让你受这些委屈。我会给你做漂亮的兽皮裙，每天给你猎新鲜的猎物，不会让你动手干一点活。莫叶说的都是事实，他之前确实忽略了李月，没给他做新裙子，还让他动手干活。莫叶族长，
每个人表达关心的方式不一样，他们只是不擅长表达，其实很照顾我。是我唐突了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不会再勉强。我知道，只是路上要小心，如果遇到危险，随时可以回熊族部落找我。谢谢莫叶族长。李月，你真的觉得我们对你好吗？我们以后会更努力的，会给你做新兽皮裙，会给你猎最好的猎物。以后有什么需求，你随时跟我们说，不用自己忍着。这些反派的演技是不是太真实了些？但我绝不能被迷惑，他们不过是在发情期。好了，我们快收拾东西赶路吧，早点到兔族部落，说不定能早点问到阿父的消息。莫叶的出现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不能再等了，必须尽快让黎月打消解气的念头，否则迟早会有其他雄性盯上他。我们今天还要走水路吗？去兔族部落路更近，跑快一点，天黑前就能赶到。你坐在静野的腿上吧，他的兽形跑着更稳。那你呢？赶路时不抱着我，会不会突然失控？只是一个上午的路程，我能控制住。在那之前，先让这个稳撑一会儿。在那之前，先让这个稳撑一会儿。这还是燕野第一次主动趴在地上让他上来。上来吧，我走慢些，保证不颠。颠不颠？要不要停下来喝口水？前面有片野果林，要不要吃野果？不用休息，我不颠也不饿，我们尽快赶到兔族部落吧，说不定能早点问到阿父的消息。还好昨天没有做出错误的选择，要是真错过了这么好的雌性，怕是要后悔一辈子。池玉还抱着要解气的心思，还真是傻。蠢货，被雌性几句软话，几个笑脸就哄得忘了之前是怎么被折磨的了。一定是赶路太累了，才会被迷惑。他肯定还在打什么坏主意，绝不能放松警惕。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再走。早就想洗个澡了。兰溪，你不是想洗澡吗？我带你下水。他要抱着我洗澡，这样我就看不见了。你就在这里洗，不要超出这个圈儿，我能护住你，不会有猛兽过来。凭什么兰溪就能和黎月走这么近，还让他洗澡？不用想也知道，这一定是赤峰派来的鹰族雄性。要，碍事！舟山的精神力凝聚成一道退鸟刃刃。别怕，没事了。我看看，腰是不是还疼？不疼了，就是刚才有点怕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敢抢我们的雌主，你活腻了是不是？敢抢我们的雌主，倒是有几分胆子。雌主？他身上连半个雄性的兽印都没有，算哪门子雌主？你找死！赤峰派你来的，你该知道，动了雌性，就算你是鹰族的人，我们也能随意处置。别杀我！要杀就去杀他！赤峰到底要疯到什么时候？居然敢让绿阶兽人在大白天强抢雌性！这事交给我们，我们会处理好。那说明他已经与雌主结契，只要雌主还在，这枚印就不会消失。尤烈，你怎么放了他？他都敢抢黎月了，留着他干嘛？他有雌主，你有雌主，为什么还要听赤峰的命令抢人？你说吧。我的雌主喜欢赤峰，他说只要我帮赤峰把黎月雌性抓回去，赤峰就会多看他几眼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听他的。你起来说话。同为雄性，他太知道为雌主付出的心思，可眼前的雄性却是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雌主，不得不做伤害别人的事。黎月变了，现在的他会担心他们的安全，会温柔安抚发情的兽夫，也不会让他们做伤人的事情来。和那个只懂讨好别的雄性的雌主相比，黎月好太多。滚！再敢靠近黎月半步，下次就不是断腿这么简单了。这里不能再待了。赤峰既然派了人来，说不定还有后续。我们尽快去兔族部落。有没有哪里疼？刚才抓你的时候，没伤着吧？没有，就是刚才吓了一跳，现在没事了。因为要赶路，不能吃烤肉了，吃点野果可以吗？我去洗。黎月，你先吃，不够我再去洗。够吃了，不用再洗了。你们怎么办？不吃东西能赶路吗？别担心我们，我们可以吃生肉，不会耽误赶路。好了，我们出发。刚才鹰族既然来了人，说不定还有后续。我走前面开路，思乔留意空中，金野背着黎月在中间，兰溪你用精神力注意周围，池玉盯着两侧树林。你们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打听我阿父的消息，我可以见见兔族族长吗？兔族族长您好，我叫黎月，是领川的雌仔。这次来是想请教我阿父最近有没有来过兔族部落，
璃月雌性不用这么客气。林川最近没来过我们部落，要是他来了，我肯定会记得。不过你也别着急，周边还有其他部落，说不定他去了那里。要是你不嫌弃，今晚就在我们部落住下，明天再赶路也不迟。晚上不安全。真的可以吗？那就麻烦木河族长了，我们不会给部落添麻烦。不麻烦，雌性来部落借宿是我们的荣幸。月白，你带璃月雌性们和去东边的木屋住吧，那里干净，还能晒到明天的太阳。那就有劳月白兄弟了。好的，阿父。刚才月白跟璃月说话时，语气太过温和，还总盯着璃月看。璃月雌性，雨季快到了，外面的猛兽会越来越焦躁，这个时候出来找阿父，是不是太危险了？阿父是为了给我找寿夫才出来的，雨季太危险，我不想让他冒险。我想告诉他，比起找寿夫，我更想让他陪着我过雨季。原来他是担心阿父的安全，才要在这个时候出来找他。他们一直以为璃月出来找林川是为了亲自挑选寿夫，没想到是为他的安危考虑。我倒有个办法，你要是怕他继续冒险，可以先在找到他之前，找一个可靠的寿夫。等见到他时，告诉他你已经有合适的人了，他肯定会放心跟你回家，不用再跑其他部落了。不行，他身边有我们就够了。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璃月的事我们会处理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暂时没考虑这件事，还是先找到阿父要紧。璃月身上没有雄性的结群兽印，应该是不满意身边的几个兽夫，那我就还有机会。这里之前是部落里的备用屋，刚打扫过，很干净。不用这么好的屋子，给我们一间没人住的破旧住错就行，不想给部落添麻烦。不麻烦的，这屋子本来就空着，不用有负担。那太谢谢了。璃月雌性，那是我的住错，如果晚上有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雪白的绒毛看起来软乎乎的，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摸一摸。你想摸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是要勾引我雌主？居然敢当着他们的面要璃月摸他的兽儿，简直就是挑衅！没关系的，如果你想摸就摸一下，不碍事的。月白是还没有节气的雄性，随便摸兽儿肯定不合适。不摸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那要是你之后想摸了，也可以来找我。刚才那耷拉着的兔儿，好像比竖起来的时候更可爱了。还看？天快黑了，我们晚上吃什么呀？路上抓了几只猎物，烤着吃就好了。肉够吃了，不过红珠果和地鼠果吃没了。够吃吗？不够吃的话，我们可以加点红珠果和地鼠果一起煮着吃。我知道附近有片红珠果林，现在去摘，很快就能回来。别去，天黑了猛兽多，太危险了。肉够吃就好，不用特意找野果。听你的，那我不去了，就在山帮池鱼烤肉。熟悉是他在前世无数次闻到的味道，陌生是因为这具身体头一次闻到，那是类似于蒸馒头的香气。虽然有些出入，但他可以肯定，那一定是麦子。如果有了麦子，他就可以把它种到空间中，可以用麦子做出各种食物。那边传来很香的味道，我想去看看是在做什么食物。从兔耳到香气，璃月对那个月白的关注似乎越来越多了。我带你去，别自己乱跑。打扰什么呀？我们就是跟着看看，满是失落又不抢他东西。那个兔子等级也不高，长得弱兮兮兮的，银白色长发，只是有一对长耳朵罢了。他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原来不是麦子，却是种自带麦香的果子。璃月雌性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这是什么果子？闻着好香。这是松囊果，是我们兔族部落特有的果子。你看它外壳硬，其实里面的果肉很软。没烤的时候是浅白色，有点涩味，烤透了就会变成浅黄色，咬着松松软软的，很好吃。你要尝尝吗？优烈，我们拿一张兽皮跟他换吧，我想尝尝这个果。不用这么麻烦，你先尝尝，要是喜欢，后面再补谢礼也不迟。对，就是个果子，不用换，你尝尝就好。只是没有经过发酵，比馒头结实些，嚼起来更有韧劲。这松囊果根本就是巨型麦子啊，把它磨成面粉，说不定能做出馒头、饼子，甚至面条。好吃，比烤肉还顶饿。这个果子太好了。月白，我还是想拿兽皮跟你换一些松果，可以吗？不用拿兽皮换，我们部落松囊果多着呢，都是刚摘的新鲜果子，你拿着路上吃，不够的话，明天我再给你装。这太多了，我只是想换几个路上吃，你给这么多，你自己够吃吗？你放心，外壳硬，果肉扎实，族里的雌性都嫌嚼着费劲，不爱吃，大多是我们雄性存着没有肉才会吃一些。我这里还有好多，给你这些不影响的。这些果子我们收下了，多谢。等会儿我会送些东西过来，不会白拿你的东西。我们先走了。我们先走了。怎么了？
你的发情期不是结束了吗？之前优烈对他亲近，他都归结为发情期的本能，可现在明明没有发情期的迹象，他怎么会突然吻他？跟发情期无关，是情不自禁。把这个也一起烤了。阴野，过来一下。你能单独变出兽耳吗？能啊，变个耳朵有什么难的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变出来我看看。可以了，收回去吧。璃月喜欢毛茸茸的耳朵。你说真的？璃月不是喜欢那个兔子，是喜欢毛茸的耳朵？我知道了，不就是兽耳吗？以后我天天变给他看，他要是想摸，摸多久都行。优烈，你去给月白送了谢礼，送了什么？送了几块低阶兽精。你还有受精？只是几块最低阶的兽精，我这里还有不少，不用担心。松囊果你喜欢，用这个换不亏。没想到他把自己私藏的兽精给了月白，可现在优烈用了自己攒的兽精，换了他想要的松囊果，他岂不是欠了优烈的人情？我不是故意瞒着你，我手上还有兽精，之前没说，是觉得这些低阶兽精派不上用场，没必要提。你要是想要，我把剩下的都给你，不管是换物资还是攒着，都随你。兽精在兽市是硬通货，他怎么能平白要反派的兽精？不用，我不要，你给了月白几颗兽精，我以后再还给你。他把他的心意当成了需要等价交换的人情，还我，你拿什么还？是啊，他拿什么还？他连捕猎都不会，更别说杀猛兽取兽精了。之前想着找到阿父后让阿凤帮忙还，可阿爹至今杳无音讯，万一真像书中写的那样遇到不测……他不是要逼他，只是听到还字时心里又慌又涩，才没管住嘴。璃月，不要生气。璃月一直都乖巧懂事，应该不会因为他说错一句话而生气。慢点吃，不够的话，池鱼还在烤。虽然这段时间栾溪、优烈、近野的态度显改变，但那只是发情期带来的假象，他不该沉浸在这种假象的温柔中，应该尽快和他们解戒，赶紧找个合心意的受夫才是。不过不能再拖了，感情也可以慢慢培养，但雨季马上就要来了，也许月白也还不错，可以试着接触一下，毕竟他的兔耳朵很可爱。吃好了吗？我打了水回来，要不要洗澡？